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在哪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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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索在哪儿呢？太累了。外星人。电解质，为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电解质水。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外游乐园是西柚市的废弃游乐园，因年久失修，开发商已弃之不顾。自1年前有人从摩天轮跌落摔死后，更是无人问津。有人吗？你好，是你叫的我吗？哇，这么多血！甄保安，死者尚有余温，凶手一定还没有走远。我来看看附近有没有麦克风，把他们叫回来。游乐园里边的人听着，我是西柚市正义的化身张记者，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速速来西站台集合，否则后果自负。顺便说一下，有人死了，主要是因为这件事儿。我来了，什么？谁死了？甄保安。你跟他认识吗？我跟他不熟。我看看怎么个事儿。怎么个事儿？这是怎么个事儿？带戏的吗？这是怎么个事？你这个人你认识吗？他挺安详的呀。谁死了？谁死了？是不是你啊？你一个人包围我们，你是自信死的吗？自信死了，我这个人。自信死了。谁呀？谁一个人要包围我们所有人呢？你先跟死者打个招呼。那我一个人把你们包围了。哇，我一个人包围，好多人呐！
哎，刘医生，哎呀，哎，哦，你好，你好，怎么了？我刚刚听说死了。耶，死了！为什么？蛇破案了，就是你。你们都是在这个游乐场里对吧？不是啊，我们不是今天。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哦，你们是一个神秘的。我还有手牌呢。我也有手环。你们是同一个幼儿园里出来的是吧？不，我们不是幼儿园，我是成年人，我25岁了。我不仅是成年人，我还是一个发光的成年人。你看，哇，闪！我就是星光。哎呦，衣服掉了，谢谢。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我们西右市日报的一名记者，然后我一直带着执法记录仪，它能准确的记录我进入园区之后的时间和准确的行动，所以我今天没有嫌疑，我就是今天的侦探张记者。今天是 M2009年4月24日22点15分，在西右市 YYY 游乐园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游乐园保安。名叫甄宝安，男，30岁，被发现时死于游乐园观光小火车上。经过检查，死者脖子上的伤口为致命伤。因为我进场之后锁了门，所以呢，凶手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来西站台集合。也就是说，嫌疑人就锁定在今晚在游乐园的你们5人。那咱们接下来去宽敞的地方聊一聊吧。行嘞。好人敞开心扉，坏人汗流浃背。我就是西右市超一线记者张记者。Let's go。今天呢，我是因为调查一件事情被人邀约来的。但我也不知道约我这个人他是谁。但我来了，就看到甄宝安死了。凶手就在你们5位之间。先说说你们吧。要 ，Check it out， 研究新药有一套。哎，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平安要不要？健康要不要？一点都不配合呀！要嘛！不是，您给个话口啊！我得留空，对不起。你问要不要，我们都插不进去，关键是。对，再来一次。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平安要不要？要！健康要不要？要！幸福要不要？要！还是幼儿园开运动会了，好傻！谢谢大家的配合，谢谢。刚才已经把平安、健康和幸福送给各位了。谢谢。我是何志耀，是一名药物研究员。到你了。那么我是来自外星人运动嘉年华的网络主播，爱打网球的大网球。网球要不要？要 ！Yes， 你们有人爱运动，对不对？一看就是爱运动。我会推荐你们，对于中高强度，就是我们的外星人电解质水的。专业版什么？还有最近的专业版也来了，不敢相信，已经这么强了，还要更专业，这是多么复杂的厂商，我受不了了！怎么这么棒啊？专业版和那个普通版的不同在哪里？因为它更专业。专业要不要？要！所以说专业版。希望各位爱运动的朋友踊跃购买，谢谢各位。其实呢，看上去我非常爱说话，但是其实我是一个 I 人，我非常的腼腆。对，其实我非常的 I。那我也要强调一下，刚才我的欢乐是我仅存一点点欢乐都给你们了。哎呦，多惨呐！这就叫专业哦，全业 I 人。对，都是你的爱人哦。我不但不想说话，我甚至想哭。突然变丧了，是怎么回事？我每天出门都不敢坐公交，我走地铁道都。这就是 emo rapper 吗 ？emo rapper
此时是彼时，我是我的反义词。我希望他幸福，他幸福。呀，好，听听欧，肯定精彩。我爱活。干什么？还没开始。我爱活，活爱我，活从四面八方来，时时刻刻来，铺天盖地来。一看就是喝了专业版了。我加油，我努力，有工作请偷蜜，请大家记住，我叫欧打工，23岁，很努力。快来殴打我吧！我活着就是为了看这些，对不对？好开心呐！怪不得要补电解质，要不然根本看不下来这一段。我就是一个非常好打工的这么一个人。好，什么活都接啊。你有那个什么爱人的补充吗？我很哀，有，非常哀，非常哀，我们都很哀啊，我们很哀。行，我今天也哀了，不查了啊。哀，有人，哟，我是一个宠物医生，人送外号 AKA 拆蛋专家，不定期的举办奶蛋派对，人送外号国服狗蛋收集者，狗蛋，然后我叫留狗蛋。狗蛋儿请留下。哦，所以最爱听的歌就是曾毅的《留下来》。要。然后我叫刘医生，今年23岁。你应该不是哀人。我挺哀的，我每次一边拆一边哭。那你能分出来这些蛋是哀蛋还是异蛋吗？应该是哀蛋，因为它叫艾哥。哦，但是艾格又是异打头的哦。所以这些蛋是又哀又异。哇！耶！文字游戏太酷了，一个哀一个异，对，正好嘛，一对儿。哇，炸了！你呢？尊敬的侦探先生，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您的专属客服荣客服。以为是我们在春晚上看。蔡明老师，蔡明老师来了是不是？电池按哪儿了？认真聆听，为您服务，您的满意就是我最大的追求，所以我能为您服务吗？请问英文服务摁几啊？我不是 AI。那你也是哀人吗？是的，一群哀。哎呀，不好意思啊，怎么还有别人呢？那你们都这么哀，今天为什么要来这儿？我是接到了一些情报，想来探寻一些真相。哦，那跟死者的关系？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跟你说这个找寻的真相有关吗？有关。你呢？我不想来，但是有人非让我来。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来，你猜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但是有人非让我来。是死者吗？我跟死者有一点点的关系。就是你也不是死者约你来的，对吗？反正就是有一点点关系。我来这里，我有自己的目的了，但是我跟死者不熟。我也是因为一些原因来的。啊，你是要找答案，还是要做什么事情？冲突吗？啊，不冲突。您是要了解还是要了结呀？是不是？哦，他了解了一些事情，他就想了结一些事情。那荣客服呢？我也是因为要办一点事情，所以来这里了。跟死者呢？不认识。好，那说一下你们的时间线吧，几点来的？我8点左右来的这个游乐场，从1号口。1号口是指这个什么东站台、北站台还是什么吗？不是，就是它有2个门儿。对。想知道我几点来的吗？几点来的？晚上8点40的时候，然后我就来到了这里。8点40。我2号口。我是8点来的。哦，咱俩没遇见哎。我是从2号口进的。
你是8点整吗？对，我是8点左右，他也是啊，从2号口来的，那你俩也没遇到？没有遇到。说他是8点整，我是左右。我是8点05分从1号口来的。跟我同一个口，在我之后。见过死者吗？见过。哦，我没有见过。我没见过。我见过。我也见过。好，咱们现在开始搜证。搜证第一组是我、荣还有何，第二组是欧、刘还有大。好，开始吧，加油！第1轮现场搜证，6名玩家分为2组轮流取证，限时10分钟。Hello， 大家好。Hello， 啊，外星人女孩，我是今天的外星人女孩。哇，你好呀。这是我们今天的探案神器规则卡，侦探来吧。外星人电解质，请各位跟着外星人女孩一起动起来，点亮充电站，抽取有阿外舞动 buff 的外星充电机，赢得搜证加时99秒的奖励吧。怎么舞动？对，就是我。就不能只是念了，要动起来了。跳啊！让您热一下，小动作啊。好，我们右手开始啊，预备走。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听外星人。谢谢外星人女孩。谢谢外星人女孩。来吧，我们看看，你要这个吗？可以，谢谢。我拿最后一个，我来这个吧。好，少年您来，您肯定是90秒，肯定是什么90秒？就是说你能多，能多一个搜证。开，摁呐，它是语音的，说开。我摁了呀。受不了了，没有。看看谁有 buff。哦，我木有，我木有，我也木有。有。外星人电解质，火累了充电，来听外星人。就是的。我抽到哎，那我们今天1人1瓶。哦，这就是那个升级版，专业版哦。哎，专业版，我要尝尝看。今天我们探案累了，就补充一下电解质。干杯。谢谢你，谢谢。那我拿走了。好，拿走了。祝今天顺利，加油，加油！走啦，搜证去喽。来吧，少男少女们，来吧。好了，来吧，我们开始吧。开始吧。你好，你好呀。你的蛋还在吗？还在。因为刘还没来。哎呀，好了，赶紧搜证吧，朋友们。搜证，我去看现场啊。整个喉咙被割开，前额有一个淤青，后脑勺被砸过，自动拍照系统，真。啊！怎么了？怎么了？要我陪你吗？要。一起吧，荣。哦，你自己可以的吧？我们一起吧，你那么勇敢。看一眼惊吓屋，走啊走啊，怕什么？好害怕呀，大佬。你先给他跪下，说谢谢，谢谢，谢
饶过我们好不好？别对我们这么狠，你咱们先客气点，求了，客气点啊，来，求了。这不是全黑的，你不怕，你只是怕全黑。还好，没有不害怕，不害怕。好啊，不害怕。来，哎呦，来，我保护你。哎呦，门关门你也怕呀？没事儿。哎呀，好吓人！你就想象这是停电了，是不是？不是这种画面，哎呦喂，这是谁啊？哎呀，好吓人！呦喂，谢顶的男人，好吓人。好，哎，这儿哎有东西，有东西，自动抓拍程序。别叫了，人跟你撒娇呢，他说啊，救救我，我只有一半的身体啦。你这个样子去做足底按摩，人家会生气的。你没有脚，你怎么去做足底按摩？是不是？而且注意点牙齿，虽然没有下半身了，但是也要注意牙齿健康啊！啊，好好的。这儿拍到有人杀人，这儿有一个人穿着黑袍子，就是那个保安啊。对，但是有一个人穿着黑袍子。哦，凶手就是穿着这个衣服。这个衣服吗？不是，是这个，他把这个给扒掉了啊！等一下，哎，真的都可还行。我正准备说啥也没有，我觉得他最后还有一番要吓你。他没有了吧？没有吗？哎呦喂，你看看，我就说得有吧。快走吧！哎呀妈呀！就这么点事，哇，你怎么会被吓到呢？不是刚进来时候的你了，好玩，来吧。何志耀，这是你的房间啊？对呀。为什么也有狗笼子呢？你不是药物研究员吗？对，这是跟我的工作有关系的。你不觉得我穿的也很狗吗？今天。对。狼食口服液，早八酯，喝含片，拉了又拉，不变散，都好实用哦。123520666988988，这都是什么？一个包裹，偷速递。想解救旺财和那些被偷走的狗吗？M2009年4月24日20点，一个人去 YYY 游乐园找他们吧。我欧的空间小到心酸。工厂陷入关停潮，就业危机何时了？西柚是纺织厂，顽强的海鸥不可能被轻易击倒。哎，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只有2个化妆品，一个面霜和一个小腮红。打开这个柜子，看到了一个电脑儿，看一看吧。作死之女，作死不易，每期打赏过万，下期视频就完成热度第1评论提名的挑战，就是为了可以多赚一点钱吗？4月24号0点去废弃的 YYY 徒手爬摩天轮1圈，视频出了我一个人打赏过万，尊都假都，这就是他今天来的原因。好，掀开被子看一看，木有呀，哇！他不是睡的床垫，他是睡的纸板，看见没有？该不会这些纸板里面有东西吧？空的，空的。哦！
废弃多年的 YYY 游乐园摩天轮发生一起高空坠亡事故，死者为知名视频博主作死之女。我来看看我荣的房间。他客服的房间为什么这么多小娃娃？又到了找钥匙的时候，哎，垃圾桶，网德福网络。兹因你在售后客服岗位未按公司规定完成 KPI， 且多次顶撞上司，根据公司规定对你处以解聘处分，并扣除所得奖金。荣客服被辞退了。这都是谁呀？流浪猫的照片。哎，这不是那个保安吗？偷偷速递，买了什么东西啊？就你可以用游乐园趁手的工具杀人。哇，他为什么直接叫他杀人呐？他这，哎呦，太多了。这是什么？来这儿，芒果酒店2801。美女，我在 D 房间看到你了，你太红了，你出来玩，好奇怪啊，他这个。来看一看大网球的房间。哎呀，偷偷速递，大力士也顶不住了，大董事长紧急入院，引发热议。不想曝光就乖乖听话。2009年4月24日8点去 YYY 游乐园杀掉甄宝安。我搜刘医生。小狗。哎呦喂，好可怜，马上您就不说话也要变成这样了。小狗，你站起来。枸杞，你是个中药。这儿，这就是简单的东西吗？我的好疼啊！这是一首简单的金口，简单用。你的时间还有3分钟。哦，是跟谁啊？哦，何老师小时候，愿我们有光明的未来，和跟他小时候有关。电脑，我从小买了个电脑啊。818虐打保安的宠物医师变成虐狗变态，该男子经常偷偷虐杀宠物并放血取乐，这个世界太疯狂了。OK。我这什么意思？平时称自个儿斤几两，有自知之明。这个人好，外星人，钓鱼，大老师，大网球，什么？你来帮我开一下这个吧，因为这个密码箱有2个锁。可是我是个 I 人，我不好意思，我很少跟女生说话的。我是男的。你是男的吗？哇，怎么着？您有什么事啊？你来帮我开一下那2个锁。哦，是这个哦，这个必须得了，我来了啊！对，我最珍贵的充电珍宝，就用最专业的外星人电解质水专业版锁住。忘记密码的时候就喝口最专业的运动搭子外星人吧。真好，你发现了吗？我发现什么呀？你发现了这儿了吗？你看下边有字儿，外星人专业版。哦。它不是你看6个吗？这不是外星人专业版吗？等于就是外星人专业版嘛。对，欧姐需要帮助。我来了。好的，你来开，我去帮助别人了。别介呀，我给你都锁了。开了。哇塞，我都开锁，没人给我鼓掌，好孤单呐。好吧，这边有一个电脑的密码，但是我好像没有看见什么提示。我看看。
球场好状态，喝点专业的。外星人电解质水专业版，在动感单车上训练体能，到能通电的程度，再炫屏外星人就能看到密码了。我来了，哇，好厉害呀！现在，不行，好累好累。哦，它就亮了。我要先喝一口外星人电解质水专业版。哦，这个很好喝。哇，太好喝了吧！这太好喝了。哦，看见了 ，BCAA。哎呀，开了！哇！您的箱子我帮您运到了。开了，开箱了，开箱了！我，这是我呀。怎么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啊？送给铁杆幸运儿。就是说，这是献给荣是你的铁杆幸福。荣是你的粉丝，我粉丝很优秀，对他喜欢我，但是我拒绝了太多少女人，因为本身我害怕，我什么走开，我抱着我自己，我疯了吗？你抱会儿我吧。你的时间只剩最后1分钟。YYY 游乐园因经营不善倒闭，为防止园区设备被盗，现任甄保安为园区保安，无需坐班，时间自由。工具箱、锤子、各种型号的刀，全部沾有血迹。摄像头。哦，这样的。米老鼠。倒计时开始。这是跟真暗中交易。9，这是谁呀？8、7、5、啊5。谁的房间？这是谁啊？3。这是个女孩。2。荣。搜证时间到。请玩家离开现场。获得外星充电机的玩家，可继续搜证99秒。他拿了一把刀在撬什么吗？哦，他在干什么？这是什么？红彤彤的他独居，这是他偷拍的。哦天哪，太丧尽天良了呢！时间到，请离开现场。哎呀，这些人是啥关系？我是什么也不知道啊。整个游乐园有东南西北4个站台，全部用轨道相连的。畅游园区的一个小火车，它每个站台之间的距离应该是15分钟，转一圈要用1个小时。上次行程共2个小时，是8点整到10点整。那就这样吧。好，以这个人物关系图来说，你真的是没有见过这么清爽的人物关系。我对你们一无所知，哇！所以很多内容都有待你们补充，我们就开始分享吧。从何开始？哟，行嘞。何去了哪儿？我去的是一个最简单朴素的空间，励志房，欧打工的房间。我最崩溃的是看到他那个床是很多纸板摞起来的。所以你是个快递吗？本身你把自个儿都包起来。首先呢，有一个简易的衣柜，最简单的那种，用拉链拉开的那种。反正呢，就是挺穷的啊。他把这个衣柜无纺布的这个面料呢，也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粘贴板，都是以这个招聘信息为多。他对很多工作都感兴趣。
但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新闻是《西柚晨报》写的：工厂陷入关停潮，就业危机何时了？西柚市纺织厂已被有关部门勒令关闭，导致大批员工失业。他应该是这个纺织厂的一个工人，因为呢，他有一个纺织厂的便签，给自己了一个打气的话，叫做“顽强的海鸥不可能被轻易击垮，努力赚钱，早日实现梦想”。他把殴打工自己形容成一只顽强的海鸥。海鸥，哦，海鸥。对，因为我家原来很穷嘛，然后后来我就到了那个纺织厂去打工，但后来不幸纺织厂也倒闭了，下岗哦，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去，你看很多招聘，对，去打工。挣钱，我觉得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生活目标，所以呢，他后来找了一个赚钱的方式，作死。啊？作死。她就是网上最著名的作死之女。啊？哦，拍视频，你是那个作死博主。她的简介叫做“作死不易”，每期打赏过万，下期视频就完成热度第1评论提名的挑战。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你给钱，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对，怎么作啥？作死挑战1，菜里放一整包盐，女子吃完忍不住阴暗爬行。阴暗爬行，有视频哦，阴暗爬行，可以现场爬一段。然后呢，下一个挑战就出现了，80个小时不睡觉。24、36、72、72、80，四把2天，3天多。其实这些就还好，重点来了，第43期，2008年的4月17日，不整虚的，博主敢不敢4月24日0点去废弃的 YYY 游乐园，徒手爬摩天轮1圈？只要你不怂，视频出了，我一个人打赏过万。哇，你应该叫女贝尔啊！这个评论者他的 ID 叫做“对不起，我只是一名保安”。作死之女，回到我这就提上日程。哇！然后就是2008年4月刊的《西柚晨报》刊登了一个博主意外坠亡，勿让安全事故沦为娱乐消遣。本月24日，废弃多年的YYY游乐园摩天轮发生一起高空坠亡事故。据了解，死者为知名视频博主作死之女。你是作死之女吗？那有没有可能？气泡音，哎呦喂，关灯！我是一只鬼。我一点重量都没有，好可怕！没错，我就是那个作死之女的账号的经营者。哦，下岗之后实在是没有工作了，我发现拍短视频可以挣到钱。有一天遇到了我的工友贾冒险，我们俩就一起共同做了这个账号，叫作死之女。然后我们发现呢，我们去拍一些作死系列的时候是非常受欢迎的，点赞特别高，然后打赏也特别多，也真的挣了一些钱。就是你们2个人一直在运营一个账号，但是网民知道的是只有一个。对。那他有在干同样的事情吗？贾冒险有。然后有一天收到了就热评第1的这个人说让我们去爬这个摩天轮。那个保安说他打赏过万吗？但是我们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就提前去踩点，趁这个保安巡逻的
时候去了那个摩天轮下面的操作室，启动了摩天轮，让它转了20分钟。我们把每一个那个轿厢全部螺丝拧紧了，因为确保我们第2天去爬的时候安全嘛。你本身能接这活儿，你就不用看这些了。这工程比这个还大了，维修摩天轮，拧整个摩天轮的螺丝，拧螺丝，拧，就是你都指你眼前这个，你这个点击的人更多呀。对，但是没有人让我挑战这个，好。然后你后面，然后我们拧完之后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好死不死，我脚崴了。本来那个挑战是要我完成的，结果就变成甲去完成。然后他去完成之后，我去等他，等了1个晚上，第2天都没回来。结果我去到那个游乐场，发现摩天轮底下，就他已经断气了。哎呦喂！后来我就特别的内疚，我觉得这件事本来是我去完成的，然后救了你了。对。然后看到他身边有一个摩天轮上面掉下来的一个松动的可能一个部件，摩天轮松了，但是你们前一天已经把上面所有螺丝拧紧了啊。对。但是后面就有来了一个手机。一个不重要的朋友说：“你知道去年高空坠亡博主的新闻吗？”然后欧就问怎么了，居然有他掉下来的直拍视频呢，太炸裂了！你说这是谁拍的呀？下面有个链接，点进去之后呢，定制 VIP 们催了无数次的高坠题材，我想尽办法，终于做出来了。看到就是赚到，支付即可解锁观看。下面有个支付。下面有一些评论是：定制视频虽然贵，质量真是没话说，看的人真是血脉奋张。另外一个人说：看得好爽，这钱付得值。好变态，这些人，这帮人都不死啊！哎，真是。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暗暗的传播。他的这个视频那个角度是一个全的角度，这不是我们自己拍的那个徒手攀爬的角度。我也是后来看到了这个之后，我更怀疑这个事情有可能是一手设计的。基本上就是可以确定高空坠亡这个事情是策划的嘛？对，因为下面一个证据是，好多空盒子，里面有个东东呀。有一个叫偷偷速递的快递公司给欧打工在今年4月17日给他递了一个包裹，然后偷偷速递这个品牌，它的广告语非常的直接，偷偷速递，一个偷偷快速送达的快递。打电话说你的快递给你到了，我偷偷的放在你的门口。我们都可以想象，他最开始经营这个行业是从上课的时候传纸条开始的，传纸条，慢慢的给人家啊。这里面有2个纸条，这个就是3月20号收到的，就是说。当年高坠事件是 YYY 游乐园里甄宝安一手设计。甄宝安，个坏蛋。虽然我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寄给我的，但是呢，加深了我自己的猜想。我第2天就去游乐园了，然后我趁这个甄宝安不在的时候呢，进了保安亭。我是想看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贾冒险的死亡线索。然后我打开他的电脑，搜了我之前做的那个账号的平台，我发现他在这个平台的图像和名字跟当初那条热评的那个人完全一样。然后我在保安亭还翻出了一些偷拍的设备，更证实了我的想法：贾冒险的死根本就不是意外，而是甄宝安为了接单赚钱，他所设下的困局。这属于蓄意谋杀，我觉得。那所以你对甄宝安是肯定是杀机是很明确的。然后4月17号他收到的就是这个活动通知，且提供了统一的雨衣和手环。4月24日晚8点到10点 ，YYY 游乐园将会举办活动，甄宝安将会在游乐园园区及各个场馆巡逻。参加活动者均需身穿雨衣、佩戴手环，方可进入游乐园。就是他是被人邀来的，明白？
因为我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有可能是蓄意谋杀之后，然后我就想来找真相，刚好人家就寄给你这个了，所以你就来了。对，我也是收到过这个偷偷快递的。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收到了偷偷快递，都有。对，每个人都有。怎么个事儿？谁一个人要包围我们所有人呢？哇，我一个人包围好多人呢。哦，搜的是龙，对。哦，嘿嘿嘿，哦，搜的是龙。那我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3位特别帅气的朋友。你也带一个吧。我为什么要带啊？我们合个影。Yes，Y2K。Y2K 呀！啊，浪费了吃饭的时间。那边是他们仨的前史，结果一看刚来了。好，这个不重要。接下来呢，我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这是网球拍还是什么东西呀？这是个什么东西呀？什么东西？不是东也不是西。那是什么呀？它是你的爱心。呀！它的正面是大网球，背面是送给铁杆幸运儿的。那这个幸运儿是不是我们的蓉儿呢？我。是不是你送给他的？哎呀！是因为我是一个网络公司的就是客服嘛，我们每天其实是工作压力非常大，我平均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哎呦！工作以外呢，我需要有一个帮自己放松疏解的这么一个渠道，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网站。哪种网站？什么网站？你这话说的，你说清楚一点。什么叫哪种网？你知道太多了，侦探。是我们公司的直播网站。我们是正经的。然后我会发现这个人随时，没事，我背过身，你好好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梗。这个人参，我天！对，我是你老舅啊。就是他是他老舅，我听说他是人参，全是梗。就是一张口就是梗，让我的生活就是有了很多的色彩我就很喜欢它。你喜欢有梗的，你干嘛不直接看相声呢？为什么还要看一个打网球的有梗的？那不一样，他一边打着一边梗着。抛梗接梗，抛梗接梗。抛梗一边打着接梗，抛梗一边梗着。我这么累啊，我得。得了。好了，然后呢，接下来有4张这个拍立得的照片，是有一个保安摸着一只小猫，然后其他的照片也是好多，感觉像流浪猫的这个照片。这个保安是甄保安？对，是甄保安。哦，那这些照片是你拍的吗？是我拍的。我在游乐场去喂流浪猫的时候，看到了一只小的猫，它的腿好像是断了。然后我觉得，哎呀，它好可怜。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保安大哥就出来，他说：“哎呀，这个猫它的腿被那个椅子给压断了，我正准备带它去医院呢。”然后他就把它抱走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热心的这么一个保安大哥，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你一直觉得他在帮助这些流浪动物？对。然后呢，下面一张是网德福网络的一个辞退通知。2009年2月16号，你被解聘了，是不是？对，我的工作其实压力非常大。我们每天标准是要920单的中评或者是差评，我们要让人家去把它改成好评。如果我们没有完成这个 KPI， 我们每1个月是要站在自己公司大门口说我是笨蛋，我是笨猪，我是什么，就是要有特别社死的这种惩罚啊。我没有特别的才华，我也没有什么家庭背景，我就还是就是任他们来这样的欺诈。
4个月之前，领导就说，今年我们的这个 KPI 呢要翻倍，从900多到1900多，而且要降薪20%。所以确实是我完成不了，然后被老板约谈，就说要把我辞退。确实，而且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不合。然后他还有一个通讯录，里面好多骚扰他的讯息。来这里，芒果酒店2801，不重要的人 A 说：“美女，我在D 号房间看到你了，认识一下呗。” D 号房间，很多人给你发这种有点骚扰性的讯息。被辞退之后，你去做什么了？没有，是在辞退之前。我有一天上班的时候，在地铁，然后很多人，然后我无意当中就从那个玻璃上看到后面有人在偷拍我。然后呢，我就转过去，我说你在拍什么？他就马上收着，我说把它删了，然后他就把它删了。在这个时候呢，我正想说报警的时候，就到站了呢，这个人就推了我一把，之后呢，他就下了电梯就逃跑了。那当时我第一是着急要上班，你知道我的工作压力也很大。第二呢，是我觉得反正他已经把视频删了，就算了。对，但是到第2天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所有同事看我的眼光就不太一样了。是的，就是。我就去问一个比较关系好的朋友，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知道，你在很多网络论坛呀什么的都有你的那种私密的照片。我说哪里来的？他说我给你看。我一看我才发现，就是那天那个人拍的。更恶心的是他的鞋上也有那种微型的摄像头。对，然后他就会被拍到女生的，比如说裙底等于就是说，当时你以为他删了，但其实他有多个角度。对，更过分的是什么呢？他们用 AI 技术把一些别人的图片换上了我的脸，然后发小广告，发各种论坛。然后底下留的联系方式是我真实的那没必要就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我为什么辞退，也就是因为老板跟我说，你的事儿你又不是什么，是吧？我后来发了那个信息嘛，让我晚上到他狗老板就是你对，狗老板就是我们那个狗老板直接叫他去酒店，然后占你便宜。你这种狗老板就直接送到我这儿给嘎了，就，也姓狗，没错。我当时怎么就不认识你呢？好啊，然后接着重要的来了，每个人都有的偷速递，2009年4月17收到的，4月24号20点到22点，甄保安会在园区及所有场馆内巡逻，这是你最好的机会，你可以用游乐园趁手的工具杀人。直接说了这句话。当晚园区有活动，进门手环和雨衣必须穿戴，而且这个人很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你最好的机会。你是什么时候把你遭受到的这些不幸和甄保安联系起来？对，这个你是什么时候确认的？我没有跟他做过联系。那你为什么要来呢？我是还有别的原因。好，最后一个，在荣的空间发现的一个小包，小包上面挂了一个挂件，这个挂件的眼珠子有一边是摄像头。你自己知道吗？好可怕！那我现在确定是真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玩偶是我自己买来的，但是呢，我有一次就去喂流浪猫的时候，那个玩偶丢了。后来过了几天，甄保安来说，哎，我之前看见你的那个小玩偶，我捡到了，还给你。其实我也去了保安亭，里面有一盘一盘的那种录像带，就是什么像他说的什么甜蜜蜜的女孩的日常生活。那你现在才知道吗？对，我现在确定是偷拍的这个人是他。天哪！那也就是说，给你寄那个信的人，其实就是高估了你领悟这件事的速度。
侦探，再给你看个视频。那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就是偷拍到你走来走去换衣服啊什么的。这在哪儿啊？就是我家。哟，换了穿家居服了。还好你是上楼换的衣服，要不然你就会被拍到。在哪个空间拿到的？这个在大的。偶像，你偷拍我！我没有。你怎么什么钱都花呀？哎，我不知道我有这事儿啊！啊，第1号房大号房。你要相信童话故事里幸福和美好是结局，不要相信那个只看见的，不要相信真相，要相信大老师的嘴。更别远了，老师。然后那个对，待会儿那个我跟你说啊，对，要相信。下一位，赶紧让他说吧。请刘医生来吧，跟狗老板一起打包送到我这儿可以，没问题的。眼镜现在只戴一半了，看剩下那一半是戴。眼眶，镜片已经没了。我直接说啊，我搜的是大网球的房间。哎，就首先第一个是发现了一本叫《成长记录》，应该是大老师就从小开始训练。打开就是第一个是应该是他和他的父亲。然后2个人打网球，然后什么游泳、轮滑、拳击、篮球，就什么体育项目都练。但是很奇怪的是，上面的闪光时刻，比如说你拿了个什么奖或者怎么样的，是全部都是空白的。从小练，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闪光时刻啊。没有天赋，练啥不成。你这对一个人的判断太草率。什么叫没有天赋？天赋罗没吃吗？我就是说，我们家确实小时候就像我现在的鼻孔一样，阔气，真的是非常的有钱。就是因为我们家里头就是这个大力士体育用品集团的，就是等于说很有钱。但是刚才不说了吗？我是个非常内向的爱人。起床都不敢出被窝那种，然后就特别的爱。可是我父母就是说，运动能够让人激发那个多外向一些，他就培养我去。我非常的喜欢运动，我运动本身练得真的很好，天赋还不错啊。但是呢，我有一个 bug， 就是一看见观众就晕了。就是您在自己的训练场上是条龙，对，但是只要人一多你就变虫。对，然后所以怂，您就怂。所以说你真的还是适合当主播，所以嘛，你看后来不就来了吗？是不是？后来我改变心态了，是不是？转艺人了，然后他叫网德福直播 ，ID 叫外星人大网球。网德福不就你们公司吗？对，是我们大公司。然后但下面有个互动榜，互动榜里边就相当于就是我们所谓的可能是刷礼物的榜1、榜2、榜3，然后榜2叫小星星，榜3叫大外星，然后榜1叫小太阳。是我。哦。是我。都有一段那个视频，就是他直播的视频。欢迎我们这位优秀的外星人女孩，耶！大家好，我是外星人女孩格斗林美美，过来跟我打拳哦。帅哦！看你运动强度这么大，恢复好状态，记得喝外星人电解质水专业版 BCAA 支链氨基酸，有效缓解疲劳。外星homie们上车喽！外星人男孩女孩们，小手动起来！就很活泼的样子哈。是的，那么外星人电解质水呢，专业版就是我的最强运动搭子。不管你是打网球、篮球还是举重的，任何中高强度运动，只要喝了咱们外星人专业版，运动后暴汗、疲惫、肌肉酸痛、抽筋，一口就可以补充 BCAA， 快速恢复状态。
因为确实是啊，我不是这爱人嘛，我也是想跟女生说话什么类似的。然后后来我发现，只要是我在网上就是这样去，你在自己直播间里面，你就敢跟女生说话，哎，我就敢生女生说话。如果我本身够优秀的话，你看，女生就可以倒贴。我有被冒犯到。不是，快把眼镜摘下来。 I'm sorry， 不是，接诊。那接下来就有一个，有个手机，它一个信息，然后上面就是尊敬的 VIP 用户，平台喊你回家了。然后紧接着呢，这个平台就有一个登录界面，然后叫别打了，我不是网球用户名，这是大老师的就是 ID。然后有一段精彩的录音来了。想要什么样的？我别紧张，兄弟，我这地儿安全。我想要没上传过的。我这地儿安全，我想没上传过的。独家是吧？我懂。看看我这货，琳琅满目，随便您挑。哎，我先上个厕所去啊。看看我这货，对，应该是视频，因为没上传过。但是我这可能什么视频都有。视频的主人就去上厕所了，然后他在看货，兄弟怎么样？选好了吗？你这怎么有这么多的优秀的品种是吧？因为哥们儿我优秀啊！你看这，你上都是不如这些典藏款劲爆的次品。哎，您手上这个好，我们这季度的主打款，这个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老板大气，我送您到门口啊！不是老板大气，我送你到门口，下去他花钱买了。但是我要说这登录界面，我必须要补充一下，全凭马赛克，就是颜色网站。紧接着呢，我们就大概知道他买的视频是什么了。他就收到了一个那个硬盘，就是我理解为这硬盘就是他买的那个东西。这硬盘叫水汪汪的他独居生活中。那段女生的视频。别，你等会儿，马上给您真相大白。别生气，这下全身都梗了。别，他都快脑梗了。他为你花钱了，你1分钱没收到。别，不是你听，首先咱们倒回来啊，往回咱们倒带。马上，你怎么回事啊？不是你听，我那个硬盘，它搁在一个袋子里头，我那个袋子是打开过的吗？它是一个那个你像那种牛皮的信封袋，它确实是没打开。我连打开都没打开，就说明我没看。我不是为了看这东西，我买这东西。你是为了不让人看到这个东西，你买的这个东西。哦，我喜欢你说话，是这个意思。这位兄弟是明眼人。这句话呢说完之后，大家一定要信我啊。我手滑，点进了一个美女的小窗口。你跟警察这么解释吧。他手滑点进了D号房。你看有人信，你这会儿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呈堂证供，我告诉你。我手滑点进了一个美女的小窗口，结果他跳转到了这个D号房。最开始我就是看了看哈，发现这里头啊偷拍女性的那个视频，然后还有那种虐待动物的，还有这种个人极限类的这个视频啊。当然说我不知道您啊，因为我不看这边的。然后呢，有一个跟您有关系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您对我不是特别好嘛，然后那个我在那个网站上啊就看见你的偷拍视频了。因为咱俩有好长时间没联系了，你之前对我那么好，然后我又发现了是这样的事情，就所以说我就更确定了说我要见他这个人面，就类似就是干这种事的人，然后我要去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然后他到底是卖这些东西在干嘛。然后呢？我是从这个 VIP， 就是我希望知道更多的这个受害者，然后我去把他们那个一一的，就是看怎么能销毁，对，或者是保护他们。比如说我找到的这个有一个 ID， 这个人叫做我对不起，我是一名保安的这个，他是一个 UP 主。但是你去买的交易的这个人就是真保安吗？就录音里的另外一个卖你货的人就是真保安？对，这个人就是真保安。
这个人就是真保安呐。然后因为他经常上传特别多，我就玩命花钱成为他的榜一大哥。我就是希望我能私下见面去找这个证据，然后去录音录下来，他确实在卖这些东西。我是要去把这些变成证供，然后把它揭发用的，是这么个路子。因为你无意当中在浏览这个的时候，发现中间有你的熟人，你想为他做什么？对于是你就更多的去买，得到跟他见面的机会，然后直接在他手里把后续可能没上传的视频买回来。反正能买我就买，对，就是您这么说就对了，对，是这意思。然后反正我就想暗中去保护大家哈，能做一点贡献，做一点贡献。是。我的心情现在很复杂。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大家都收到的4月17号收到的那个偷偷速递，然后里边有3个东西，一个09年4月1号的西柚晨报，这个晨报的标题叫“大力士也顶不住了，大董事长紧急入院引发热议”。咱就是说10年河东10年河西嘛。我爸爸因为这个我们集团太家大业大了，然后但是他操劳过度啊，等于就是引发心脏病。但是他给你寄这个的用意是什么呢？对啊。另外一个就是1号房后台管理系统 ，ID 叫别打了，我不是网球，用户等级8级钻石 VIP， 登录次数30次，3亿次，3亿次，30次，30次，3亿次，我还干点别的吗？我现在这手这抖成什么样了？一直在那儿点。我一个人就是一只网军。哎，要是3亿次，我真接受不了了。兄弟，你还是爱看的，你怎么你？然后还有一个是懂的我都懂，不想曝光就乖乖听话。2009年4月24日8点去 YYY 游乐园杀掉真保安。跟我的一模一样。他也是叫你去杀人呢，很直接。他这个西柚晨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爸爸生病住院，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被曝光。心脏病已经入院的父亲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怕自己名誉扫地，他是怕父亲紧张的，对，用这么个东西来威胁他。下面有请荣。哎，还没做好准备。我搜的和他在制药里面对我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制药师，因为他发明的药都是些啥呢？蓝脂口服液，吃了那个药就不懒，就不会懒哦，真棒，我就很适合我这种人。你一点也不懒啊，你每天工作16个小时。大老师不想要，大老师说懒多好，多舒服。还有早八止歌片，止瞌睡的含片，还有拉了又拉通便散，这是啦啦队的，啦啦队的。打工人的福音，绝对是福音。我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拥有很多专利的一个研究员。打工人为您点赞。我其实很好奇。我以为那个房间是留的，因为有狗笼子什么的。好多狗笼子。结果我这才发现那是合的。然后呢，在一个箱子里面呢，我发现了很多这种袋子，一条一条的，就像狗狗的那个脖颈的拴狗的，对，拴狗的那个脖颈带，有很多编号在上面。这些都是我的战友啊。也是我来到这个药公司之后遇到的一群最善良的生命，是因为在国际上呢，比格犬是唯一公认的、可信任的实验犬。所以说你是在拿那些动物做实验？全球的医药公司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比格犬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伙伴，而且大部分的实验犬从来没有见过阳光和草地。他们唯一见过的灯光就是实验室里，所以不但我一起工作过的实验犬，
且所有的比格犬是没有名字的，它们只有编号。但是我心中，他们每个人都有名字，而且他们是这个被照顾，而且他们因为永远不断的在接受这些实验，所以都是伤病重重。年纪比较大之后，就只有两条路，就是要么就是被收养，要么就是但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太糟糕了，所以鲜少有人会去收养实验犬。我自己收养的一只就是编号520的狗，它是我的旺财，因为它跟我最好。因为你对这个比格犬的热爱，就是喜欢，然后呢，你就开始做了这个汪汪行动队，对吗？对。旺旺行动队，保护每一个小生命。然后他是队长，标语呢就是保护每一个小生命。我自己能力有限，我不可能收养那么多的实验犬。后来我就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这个汪汪行动队。啊，一方面呢是帮这个救助站做一些工作，另外一方面也是帮助一些街上的流浪狗。有一张照片，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理解这张照片哈，因为是河跟一群人挥舞着棒子，感觉上在打一个人。哦，这打偷狗贼。啊，因为我做的这个工作欠狗狗太多，所以当有人伤害狗狗的时候，我可能会很激烈的反击，格外的激动。何之耀提到的这个流浪狗的救助站里面，所以你能看到他跟刘之前就是认识的。所以你俩是认识的？对，我俩是认识的。对。4个月前，旺财生病了，我就带他去了宠物医院，然后就是刘医生救的他。后来我就跟刘医生一起去这个救助站帮毛孩子们。嗯。我还看到了，就是3月10号，就是应该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游乐场，有一只狗，浑身上下全是伤。啊。那也是比格犬是不是？是，这是比格。嗯。然后呢，包括在有一个走投无路，有很多个狗狗浑身是血的，这样很残忍的死亡了的一个尸体。啊，大批杀狗。对。等于就是说，在2009 3月10号到15号这期间，有一个事件让你发现了有一个虐狗的组织。对，事情是从3月1号开始的，救助站说丢了好多狗，汪汪行动就到处找。然后3月10号的时候，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位队员就拍到了这张照片，就说在这个 YYY 游乐场附近看到了一只瘸腿的比格犬。然后呢，我就约了刘一起，我们去找。然后这个时候呢，甄保安就把我俩拦住了。说你们不能进去。我说啊，这个游乐场是一直是开放的，因为它是废弃了的，谁都可以进去溜达溜达。他为什么那么百般阻挠我们？然后这个时候刘就跟这个甄起了一些争执，对吧？然后甄还把刘给打了。他打了你？拿电棒袭击了他。后面我们实在没办法，只好暂时离开了。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游乐园有问题。然后这个甄保安有问题。3月15号，我们收到的是有人匿名给我们的这个照片，就是在走投无路看到的照片。然后我就马上跑到走投无路去看，然后就看到，就是死的这些狗狗里面有很多是我曾经的战友，很多是那些实验犬。为什么那么难过？就是因为他们在跟我们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就不管你给他喂的东西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副作用、多大的痛苦，他都会100%信任你的吃下去，然后下次还是摇着尾巴欢迎你。哦，所以我当时就是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个凶手。然后刚才何之耀也提到了，说他有一只很可爱的旺财，他收养的那个狗狗。寻狗启事，寻找爱狗，帮脑壳。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很多张这个寻狗启事。狗狗是在 M2009年的4月1号刚刚丢哦，刚刚丢的。他也是4月17号收到的一个包裹，上面写的说：想解救旺财和那些被偷走的狗吗？ M2009年4月24日，
20点，一个人去 YYY 游乐园找他们吧。但是他没说什么甄宝安会在里头巡逻这件事儿。我的没有提这一点。是这样的，你们每个人收到的其实都不太一样。不一样。我发现就是好像有2个版本，有一个版本说甄宝安会巡逻，还有一个版本说你要见机行事找东西杀掉他。对，好，下面有请大网球，大网球，至尊 VIP 上线，VIP。各位宝宝们，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这位刘先生啊，和何先生，因为你们2个那个小时候有一照片，在这个蛋糕前面，然后过生日，而且还有这个画，愿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就是2个人小时候都特别惨。因为这个蛋糕看上去真的很难吃。这是您吗？是我俩。我小时候在孤儿院，也没什么朋友，当时刚好是何来孤儿院当义工，然后我们就认识了。我那个时候我在粑粑干室。人家是爬干。好，爬干。粑粑。他是那个孤儿院的一名孤儿，然后我去做义工的时候认识了他。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当时正在被3个男孩围殴。然后我比他稍大一点，我报告院长，把那3个小坏蛋给轰走了。然后他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你们说这个愿我们有光明的未来，这是说你们俩本身是那个阴暗爬行的那个同伴吗？哎呀，为什么有光明的未来？就是一个生日祝愿嘛，一个美好的祝福。好，行嘞，然后咱们就说说这个呗。这位刘先生啊，他有好多这个宠物领养协议。哎呦喂，他的认领小狗。猫、狗，反正特别多，但是每一个都有问题啊。比如这个叫柴犬小柴，这个狗有心脏病。因为我本身就是开宠物医院，然后其实我接触到的其实大部分宠物就是要么就送来嘎蛋的，要不就是这个狗是有身体缺陷，宠物它其实比如说有病。我看完我告诉他说，你这狗可能有什么心脏病，它可能需要住院治疗，它可能费用是怎么样的。那可能有些主人就会选择把这狗给弃养了，就不治了。那其实我作为一个宠物医院的医生，其实我看不下去，看不太得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说，其实我就一直在领养这些生病的狗狗、猫猫，把这些动物们给领养。就这事儿吗？道貌岸然。怎么了呢？老师说怎么就我那事儿那么难解释？各位准备好颤抖了吗？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像 APP 要山脚一样颤抖起来，因为这就是那个割蛋的刀，割蛋刀。大家看见没有？那个蛋刀。这有什么可颤抖的啊？多疼啊！多疼啊！你干嘛往自己身上带入？我看着他就感觉疼。但是后边有狠的呀，还有安乐，专门给狗安乐死的这个药。安乐死药。这儿有一个盒儿。哎，小狗，咱俩一块看，这就是什么呀？安乐狗，而且它安乐完了之后还留着这链子。小金、小柴、来钱、小鸡，就是跟这几个是一样的。你已经分别把他们都安乐死了，然后你还留着这个念想，然后每天对着他们犯狠，对不对？说让你招我，没有，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大部分被弃养的狗都是基本上是很难治好的。它活着也很痛苦。对，如果说延续它的生命，其实在延续它痛苦的情况下，那我作为一个医生，我更人道的方式是给它安乐，然后让它能没有痛苦的离开。要去评估它的生活质量和它所受的痛苦。对。他说这些咱们就听着啊，咱就听听。因为下边这个证据非常之吓人。这位先生，你能举起你的拳头吗？把自个儿打死好不好？因为他下边是说，你看扒一扒虐打保安的宠物医师，本质是个虐狗变态。啊？别说话。然后那个这啊，咱们也说了啊。
就是2009年3月10号，有2名男子闯入 YYY 游乐园，其中一名男子殴打了看守的保安。该打人男子是一个宠物医生，但本质是个虐狗变态，经常偷偷虐杀这些宠物，并放血取乐。这个事情就很蹊跷，是因为其实当时我3月10号，对我跟何佑相遇了，他来找我说他的一只狗狗丢了，帮他找。对，然后我们就找到这个 YYY 游乐场，然后我们其实听到了那个里边有狗的叫声，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要进去看一下。但我们进去的时候，甄保安就拼命的阻拦，死活不让我们进去。而且他先推了我，甄保安推了我，然后那个刘医生保护我，就跟甄保安打起来了。结果他有电棍，就把我们给打跑了。结果没想到后来在网上出现这个，网上后来开始黑我，他说我虐打保安，倒打一耙。但是他说你还给狗放血呀，因为这个照片上是你在拍一只狗是吗？您看，他其实就是黑我，看这张图，然后剩下全靠编嘛。是不是？你拿手机的拍这只小狗呢，还是说这是保安呢？这照片我也看不清啊。给侦探看一看。当时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嘛，但反正就有人一直这么说。能看清楚吗？这应该是你吧？他肯定是他，是他，对，是我。但是这个狗地上是有被放血的吧？是吧？对呀，是地上是有血迹的。那你确实这狗在放血呀？但我没有虐狗啊！你看我最多是狗狗治疗不好，我给它安乐死。我觉得我反正相信刘医生，他肯定没有虐狗。对。我觉得有2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张照片未必是真实的。比如说像我的那个事件里面 ，AI， 它有 AI 换脸吗？哦，我们现在有可能是 P 的。对。哦。他救了你了，太可爱了，看了好两眼。有可能是产生了一些误会，但是我一定不是那个虐杀狗的那个凶手，因为我们现在就知道D号房间里面其实是有那种专门虐待拍视频的那种，对。但是因为我是把动物给安乐死的，所以说我一定跟那个在D号房间里边去上传视频真正虐杀狗的那个人不一样，就我们不是一拨人。那所以说，那这个后来说什么虐狗啊什么的，就是我合理怀疑，就是可能是D号房间里边去上传视频真正虐杀狗的那个人，他其实想把这个东西给推到我身上。哦，有这个可能性，有可能利用一张图片把所有之前的自己的罪行栽到刘医生身上，有可能，有可能。信息棒。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招牌，这什么东西啊？上面写着“爱宠宠物诊所”，然后虐狗变态滚出西游市，被砸了，被人上门了。按您现在说，肯定是诬陷您呐。对，这个其实就是诬陷啊。然后，但是他这个其实已经导致我的生活全部都毁掉了，工作也没有了，然后我的生活也全毁了。其实我社会性死亡了。对。有一个细节是我当时在网上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是觉得我是知道真相的，所以我就想打电话和发信息问他，但是他没有接我的电话，也没有发我的信息。然后我去他家和诊所都没有找到他。相当于我又回到了像在孤儿院的一种状态，我又把自己给隐藏进了黑暗里边，然后就想自己待着，我不想见任何人，我就想去爬行。对，后来你自个儿调查的，还是说是谁给你寄来的？有一个就是黑衣人给了这个应该是甄保安的这个一个信，上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阴暗的米老鼠。4月17号，然后有一个人加我。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就是甄保安，就是在给记者说你那个什么虐打保安啊，你虐狗啊什么的，就全部的东西都是来自于甄保安。照片其实就是当时的那个证据。黑衣人是记者吗？对，那是记者。你刚才说加你，他不是寄给你的快递，他是在网上跟你说的是吗？对，一个就是红鼻鼠头像的陌生人加我。对啊。你没有收到快递吗？他没有收到那个咱们那个卡片，反正我没搜着，他那个屋里有那卡片。你没有收到他今天的那个，比方每个人都有那个卡片吗？对，信封。我没有那个信，但是他也告诉我了。
就是他发出了游戏邀请，说想参加猎杀珍宝安的游戏吗？啊，直接这么说，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动。当晚园区有活动，进门手环。参加活动者均需游乐园内有活动，务必带好。当晚园区内有活动，你收到的进门。你看，我们都叫活动，他点出了活动的名字叫猎杀珍宝安的游戏。所以珍宝安之后还有人。哦，我们被他拍了，我们是另外一个视频。就是 VVIP 买了一个咱们的一个活动，对，买了一个我们猎杀珍宝安的一个视频。天哪，我的妈呀！每个人都有的偷偷速递。参加活动者均需身穿雨衣。谁死了？佩戴手环。我也有。方可进入游乐园。天哪，我一身鸡皮疙瘩。太惊悚了吧！哇 ，VVIP 啊，我比我们家有钱。狩猎行动这个叫。哇，这个猎杀行动绝了耶！精彩，精彩了，没了吗？大老就这些啊，谢谢。首先说这个珍宝安是怎么来的这个游乐园呢？YYY 游乐园因经营不善倒闭，为防止园区设备被盗，自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聘任珍宝安为园区保安，月薪1800，无需坐班，时间自由。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废弃的游乐场。如果珍宝安是一个变态，这就是他的天堂。隐蔽，自由。你看他08年1月1日到这儿工作，08年的2月20号就有一个神秘的地给他发信息，邀您入住 DHF 地号房点各种猎奇视频.com。08年2月20号，这珍宝安的回复是什么呢？这个网站有点意思，真的吗？我越来越像我了啊！我把这个网站的介绍拍了一下啊，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戴着兜帽的人，写的是一个释放人性的房间，这里拥有海量猎奇视频、偷拍女性、虐杀动物、作死挑战，应有尽有。这里一切皆是明码标价，你可以上传自制视频，付费观看他人视频，甚至发布定制需求，或者接单完成定制视频。对，定制视频。好黑暗的网站，这种是不是已经算暗网了？就是是不是普通网站是没办法看了？是的，就是那个意思。然后4月17日，这个 D 就已经跟他说：“小珍，恭喜你成为 D 号房的头部博主，有你是网站的福气。”然后他说：“保安只是我的工作，拍视频才是我的归宿。”紧接着在4月19号 ，D 给他下达任务：你去作死之女账号下评论摩天轮高空探险并顶上去，给咱们 D 号房的用户加麻加辣。博主敢不敢4月24日0点徒手爬摩天轮一圈 ？ID 叫做“对不起，我只是一名保安”。就是他还是接受到了 D， 还是接任务了啊？那正好就是针对于今天的一个仪式了。08年的5月2日，博主摩天轮坠亡视频，用户们都直呼好看和爱看。哎呦，我准备利用游乐园玩点更刺激的，需要你配合。所谓的更刺激的内容是什么呢？叫做狩猎游戏啊 ！Oh no！ 所以就是了，今天我们是被安排的。狩猎游戏他们玩了多久呢？从去年的5月2日到09年的3月14日，D直接跟他说，狩猎游戏太火了，容易被盯上，我决定再搞一次就收手。他怕失手。这个时候，珍宝安说啊，不过也是，毕竟监狱里只有铁丝网，爱上网的我受不了一点。所以这个珍宝安后面还是有一个人，对，还有一个更大的，就是寄给我们这些东西的人，是D寄的。但其实玩的最后一次是狩猎珍宝安，对，所以珍宝安也是被他设计的一环。
他发出了游戏邀请，说想参加猎杀珍宝庵的游戏嘛。就是 VVIP 买了一个怎么的一个活动？对，买了一个我们猎杀珍宝庵的一个视频。然后他接受了，弟就给他下达了下一个任务，说你帮我去西柚艺术馆给我朋友送个信封过去，给朋友送个信封过去。但是我在怀疑这个信封，它有没有可能是跟我这边有一个东西是撞上的？他给我的照片是珍宝庵在给记者递信封。对，时间对得上。就相当于就是说，你去送个信封，然后他就去把这个照片拍完之后，他好告诉我说，哎，你看这个照片，这珍宝庵送的信封，这是狩猎行动对他的一个诱饵。没有这张信封的照片，他不会觉得是珍宝庵买通的记者，合理，好棒。然后就是离今天最近的一个时间点，今天晚上20点30分，啊，你们有4个都已经进场了。对啊，只有我大没进场。然后这个时候，弟跟他说，速度去魔术馆拍段虐狗视频，作为福利发给至尊 VIP。他在这个你们已经进馆之后，让他去虐狗，是不是也想让你们其中谁看到他，去更主动的进入猎杀行动？肯定是让何呀。这个视频就相当于他看到的那个真给别人递信封，对，就是加重杀机和其中一个诱饵，而且他让我去这个地方。见过死者吗？见。对，让你看见。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就是整个场馆其实是完全是被弟远程是操控和监控的。那个人肯定是在全程看到每一个人在干嘛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监视底下，他干嘛？行，那跟你现在去干嘛？去配合演一出戏，让一个视角来这样看。可怕的是，真以为自己在那做一个精彩视频的同时，有人也在拍他。我心疼他。今天那个死者啊，他的那个死亡的方式啊，很有这种指向性，就是报复。他身上有3处伤，前额有一个淤青，后脑勺被一个钝器砸过，砸出这个血，然后整个喉咙被割开。这个其实指向的就是一个砸，然后一个撞击和一个这个是什么？凹伤，放血。对呀，就跟狗放血那个啊，这个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杀人方式。我觉着这里面不止一个人与他遭遇和动了手，就有人跟他遭遇，一定跟他动手了，但是只是打伤了他。对，就是打伤了嘛。不管你的杀机成立的有多早，今天来这儿都是被动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准备好的杀人手法。对，可能拿了一个东西就打到他了。他没有把他打死，因为那卡片上写着说你可以用游乐园里头趁手的工具杀人，所以今天有随机性。虽然是随机性啊，但我觉得放血这个东西指向性还是非常明显，就是死得像被你虐待的狗一样。我在保安室里面找到了珍宝庵的工具箱，各种型号的刀，还有锤子、锯子，注意哦。上面全部沾有血迹。啊！我一开始想会不会是今天的凶器，但不可能，因为今天其实你只被割过一个喉，那你会用那么多把刀吗？这些上面的血迹是怎么来的？也许就是珍宝庵虐狗的时候。啊，听不了。他的工具箱里面有一个摄像头，就是拍下作死博主在挑战爬这个摩天轮的时候，珍宝庵在那儿做手脚的那个视频。这个视频就在他的电脑里边。哦，就是他在把那个螺丝拧松，对吧？对，而且这个视频的拍摄时期就是去年4月24日，作死博主在挑战爬这个摩天轮的时候坠亡的前一天。我其实从2个角度都有这个视频。其实，在2月底的时候，收到一个偷偷速递，有一个神秘人把这段视频发给我过。啊？发给你？为什么？
经过调查，我发现摩天轮在 YYY 游乐园。为了引蛇出洞，3月初我匿名发帖钓鱼，标题为 YYY 游乐园摩天轮13舱的秘密。当年的博主坠亡案不是意外，而是人为。而我已经掌握了关于凶手的证据，请知情者跟我联系，不然我就将证据曝光。然后很快3月6号我就引来了一个人。我引来的这个人一定是甄宝安，因为这是手机上我看到了聊天记录。他说我出50万买你手里证据，然后我说见面交易。4月24日19点的时候，他说今晚在 YYY 游乐园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证据。就今晚对不对？对。注意哦，这里有一个今天晚上21点40分给我发的信息。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还活着。他说约我在22点西站见面。你好，是你叫的我吗？所以我一开始为什么会发现他死在这儿？9点40才给我发信息。他的工具箱里面有一个摄像头，视频在他的电脑里边。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消息就根本不是他发的呢？狩猎游戏，我决定再搞一次就收手。最后一次是狩猎甄宝安。如果说我也是被约来见证一件事儿的话，那其实希望我在准点发现他的这个尸体的人是 D 啊。然后就是在那个惊吓屋里边，就是有很多穿那种黑袍的模特，有一个衣服没了。这个图咱们其实看到整个游乐园有东南西北4个站台，它中间是全部用轨道相连的。这个小轨道它是一个畅游园区的一个小火车。惊吓屋的位置其实就是北站台。转一圈要用1个小时，4个站台之间时间均等，每个站台停靠3分钟，也就是说，它每个站台之间的距离应该是12分钟。12分钟。停靠3分钟期间将随机抓拍一张车厢内游客的欢乐瞬间。然后这里是一个小火车站自动拍照系统。请根据小火车停靠时间选择相应的拍照路线。它有2套方案：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注意，不管是哪个版本，都得从西站台出发。西站台是永远的起点跟终点。它的这个西站台给你拍照的时间是57到00分，也就是说最后到站的时候给你拍一张照片。如果你顺时针呢，北站台它会在12分到15分，然后东站台27分到30分，南站台42到45。也就是说，顺时针转的话，那第一站南站台不会启动拍照，因为你不会到那儿。对，顺时针第一站到北嘛，对吧？所以南站不会启动。对。小火车的自驾系统是什么样的呢？你设置一个本次的行程时间，然后通过按钮选择行驶方向，红色为顺时针行驶，绿色为逆时针行驶。上次行程共2小时，是8点整到10点整。正好2小时，也就是说，其实它完完整整的运行了2圈。至于是顺一圈、逆一圈，还是2圈同一方向，咱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然后我们去看了4个站台的照片啊，那每个站台都有2张照片。南站台跟东站台，它2张照片都没拍到人。4张照片都没人。4张照片都没人。北站台的第1轮和西站台第1轮也没有人。也就是说，第1轮火车空跑了一圈它是怎么转的，我们也不知道。第2轮，北站台拍到了黑衣人和死者，看到他已经死了是吗？他的姿势跟死后的姿势是一样的，脖子上有大量的鲜血。那个西站台最后那张照片是呈现的是什么？拍到了死者1个人。那也就是说，他第2轮不是顺时针，是逆时针。所以现在是不是他死亡时间就是在21点42到21点45？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北站台甄保安就已经在上边，然后凶手也在上边了。凶手很有可能会半途偷偷上车，因为他为了杀人。但保安基本上他一定会在站台上车吧？他为什么第2轮的东门都没有被拍到过照片？他是有3分钟停靠的过程当中，他随机拍一张，他有可能是在第2圈东站台的随机拍摄已经拍完之后，他上了车。拍完照的时候他上车了，然后所以没有拍到他。对，他42的时候这口基本就已经死了。或者是说，真有可能不在这里上车呀？如果真就死在惊吓馆里边，他先把他凿晕，割喉吗？不是，割喉你会一路有血迹了，他肯定是先凿晕放在那儿，然后把它摆上去割喉，拍了一张照片，也可能合理。大家怀疑谁吧？侦探，我怀疑这2位。啊？为什么？我觉得杀机不是因为自己起的，而是因为爱的人、在乎的人。一个是父亲，而且他的父亲不能经受起再一点点的伤害了。这个是因为朋友，而且他心里有很大的愧疚。蓉，你能说一下你的想法吗？我可能目前会暂时比较怀疑这2位。因为他们俩比较关联的是跟狗狗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他们俩又是兄弟。文帝，我倾向于就整个杀人这个行为，它还是一个激情杀人。其实我跟蓉的杀机不太构成，因为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2个不一定是特别希望他会死。他的意思是你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申冤了。我想问一下，8点40大家收到那个东西是只为我定制的，还是大家收到的是同样的内容？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收到一个更激你一下的东西。我收着了。不好意思，8点40我什么都没收到。我也没有收到，我们没有收到。我肯定被 push 了一层，激化了。但是我被激化的时间点和他最后真的被杀中间隔了很久，因为我当时就疯了。意思说他被 push 的时间非常早，对吧？但其实早也可以说给你更多的激化的时间啊。哎呀，好吧，这个加油吧，加油吧！相信直觉，加油，加油，加油！封神！我不太赞同今天完全是一个激情杀人的这样的一个案件，但是我总觉得今天的整个杀人手法是预设感很强的一个主动犯罪。大网球跟殴打工，他们的复仇动机都是为别人，为了自己的父亲或者为了朋友报仇，都构不成我脑中对凶手的一个刻画。以放血来指向刘医生呢，是非常直接的一个选择，就会觉得有点太顺了。那我根据现有的手段和我思考的一个逻辑，还是投给柯。虽然我知道这一票很有可能投错，但是没有办法，我更没有理由投蓉。搜身，那我们先搜身。我没有，没东西，啥都没有。你有修长的身材。你有什么？我。得摸我，得摸你啊！对，来摸，对，哎呦喂，你看这么手机耶，是不是？有什么呀？哎呦，别乱来，我都听你的。大董事长，哎呦，他威胁要给你爸拔管。对，然后要把我爸这个咔嚓了啊！几点钟呀？
8点40。收到那个条说本来说要杀他嘛，我本来没下决心嘛，这是帮我下决心的那个。这个就是说他今天必须有所行动。就这个，就这个啊，这还不行，这不是你爸爸是不是？这都惨成这样了，说就这个呀，我爸爸都危在旦夕了。啊，互相吧。哎，真的有。哦，螺丝刀，对他肯定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嘛，是吧？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冷静，冷静，哦，冷静。这你。我是打算我来了先去那个摩天轮，看有没有能拧得动的铁棍之类的东西，用那个杀他。然后我就带着这个来了，而且我最后我想要杀他的方式，其实是我先用我那个铁棍打晕他，打晕他了以后要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把他绑在摩天轮上，让他摔下来。对，然后我拧松那个栏杆，开上去以后让他自己倒下来，制造一个高空坠亡的一个。而且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假冒险忌日。我想问一下，那么大的一个摩天轮，这个螺丝刀能在摩天轮上拧什么？铁杵磨成针的感觉，对不对？就是一点点来。你没有吗？口袋太多了。哎，快到了，快到了，可惜。有，哎，快到，快到了。哦，又一个手机。哎呦，你打开还是我爸爸？还是我爸爸？这话说，有这话说。呀，快叫一下！都是地肉吗？别这么聊，别这么聊啊！是，都不错啊。啊，他在虐狗。啊，我看不了这个。哎呀！哎呦喂，这他割喉啊！天哪！而且这就是旺财。也是弟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今天的8点40。那所以说他8点半让他去那儿杀，他把这个录像他就直接录下来发给你。不是看到发给我的，直接出来一个弹窗。我也是一样的。其实你看啊，今天咱们所有人在这里边，整个行踪是被弟知道的非常清楚，而且他这个视频上面写了一个 camera 01。就是说，他有1到多少的编号，到现在还在看着我们。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背景很特别，是魔术屋。我们现在可以去，从这儿走。呸！呸！呸！你真的好坏呀你！罪有应得。哇！可以。它背景不是这块布吗？对呀，他就在这杀旺财。这个，对，对，那个。你别吓我。那个是 camera 1。哇！对，用这个。我们现在跟弟打个招呼吧。camera 1是吧？弟，是吧？看着呢是吧？啊，是吧？看着呢是吧？我今天不把你抓出来。哎，这有一个电棍。哎呦，这是他的。这他用来打你的那个。我当时收到那个视频，我拿了个木棍，我8点50来到了这儿，看到他正在把狗狗的尸体装到礼品盒里面，我就当头一棒，没有干死他。结果没想到他拿铁棒来打我。这铁棒。对。哎呦，然后我一躲开，转眼他就不见了。我不知道他是当时就跳窗跑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就继续在这个空间里面找他，我找到9点25我就出来了，后来我就再也没看到他了。哎，刚才其实不知道荣的杀机是什么，那你为什么要来呢？我是还有别的原因。看看荣。
你这是头上是啥？天线。对了，外星人嘛。这个，哎呦，好沉呐！哎嘿，大事要报。在西柚市的4个小区内，发现了被丢弃在垃圾箱中的人体尸块。尸块上贴着红鼻鼠贴纸，经 DNA 鉴定后，确定该死者身份为网德福网络公司的狗老板。就是我们那个大老板，对，狗老板就是我们那个。狗老板直接叫他去酒店。据网络传言，狗老板压榨及性骚扰员工的恶劣行为，曾多次引发员工不满。该案件究竟何人所为？本报记者将为大家追踪报道。所以说这个是你干的吗？这个不是我干的。红鼻鼠刚才出现是在我这儿，我的联系人给我那个照片嘛，就告诉我说是真保安的那个车，它上面有个红鼻鼠的小标志。啊，懂了，哦，明白了。还会有别的线索吗？哎，这个打开过吗？没。我这有把钥匙哎，来的巧，你俩这么棒啊！真假的？口姐，圆的，接到了。你有锁吗？我有钥匙。开一把锁啊！哒哒，还哒哒呢，哒。一个 pad， 狠狠惩罚见钱眼开的狗老板，让他破大财。1月10日7点去西柚路123号打碎玻璃窗户，任务已完成。狗老板不仅性骚扰女下属，还逼员工加班加到心梗，克扣工资，理由五花八门。反抗他立马被开除，这种人不配活着，杀了他。杀死 YYY 游乐园真保安。他的罪名是偷拍，必须行动，否则懂的都懂。这上面写了懂懂网，然后这个人的 ID 叫 RR 蓉蓉。你跟谁的对话？这是 D， 你是 D 的下线，不是。今年年初我们 KPI 涨了嘛，按照新的 KPI 是完成不了的，我就心情很郁闷，然后我就在网上搜说怎么去惩治这种无良老板，然后呢就搜到了一个叫做懂懂网。哦，它是另外一个网站。我们可以互相在那个网站上发自己的心愿，就是互相帮忙完成心愿。哦，我既是发布任务者，我也是完成别人的任务的人。对。我发自己的愿望，这个狗老板就我想让他破财。我发布的第2天吧，然后我到公司，然后同事就告诉我说，老板，你今天的车被人划了。我想是不是真的就是跟这个懂懂网有关系？然后没过大概1个星期之后，我就收到了这个懂懂网的一个信息提示，要我去砸玻璃。123号是谁？你也不知道？不知道，就是砸一个玻璃，就是互相帮忙，我就去了。然后直到就是老板来性骚扰我，然后我就发了一个，这老板就是就应该死。然后呢，就是看到了这个新闻，真有人帮你杀了，而且还碎尸啊！这个组织是给你对等升级的，之前你是要一个小打小闹划玻璃，他也就让你干点小事儿，然后你让他杀了个人，他现在也要你帮他杀个人。对，所以他来这儿是必须要还愿。我其实是真的不知道偷拍我的人真的就是他，但是呢，我对这个偷拍这一类的人是恨死的，所以当他就是也帮我完成了我的任务，然后呢，我也觉得像真这样的人是该死的，所以我就来了。他其实今天来是一个雇佣兵、雇佣杀手，且我前一天其实是多少是我是来这儿看过的，就是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嘛。那你的计划是什么呢？因为他告诉我说他会来所有的场馆巡逻，然后我就来，我就发现这个鬼屋里面呢光线很暗，就比较适合我就猫在那，正在进来我就打死他。用什么打死他？木棍。哪里来的木棍？然后我在保安亭那边今天找到的。你几点到几点在鬼屋里？8点20，猫在鬼屋。然后8点半的时候，我看见鬼屋的门开了，有一个手电筒的光照进来，我就以为是他来了。然后呢，我就准备着要动手了，但是那个人没进来。
没动静儿，我觉得不对，然后我就出来看，也没有人。然后呢，我就又再跑回保安厅看他会不会回去了，然后发现他没有。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呢，我就想，那不行，我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了，所以我就到旋转木马和摩天轮还有迷宫，反正就是在这些地方寻找他。那你就是也没跟真遭遇过？对。其实开鬼屋门的这个人很重要啊。凶手的那个穿的衣服其实就是从鬼屋拿走的嘛，但是从你现在说的时间线里边，没有人从里边进去过。我是8点20进的鬼屋，8点30出的鬼屋。他只能保证8点20到8点半，没有人当他的面拿走衣服。对。那我想知道，大，你之前不是被威胁了吗？你过来干什么？我是3只脚天线。我是个蛐蛐，现在。我们需不需要去找一下你呢？找一下可以有。走，我们去大那搜一下。大老师这儿还能有啥呀？大老师这都是外星人。我们来多看一下架子上，要看这些手套里有没有什么东东。哎，这儿有，这个有，这有个东西。什么东西？哇，这么厉害，藏这么深。张记者，你给他寄的啥呀？哦，你给我寄的那个假坠楼的那个视频，就是甄保安在那儿做手脚的那个视频。有一个神秘人把这段视频发给我。啊？你姐们那个对啊？你怎么会有呢？你怎么会知道？想知道不？对不对？呀，来，该就是你他。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录音的时候，你们不是听见他说他有货吗？看看我这货，琳琅满目，随便您挑。哎，我先上个厕所去啊。中间他去厕所的时候，我就把他那个电脑里的东西，反正能看多少看多少，然后我要给记录下来。结果没想到打到这个，中间就拍到这段了。因为我是报答他之前给我的帮我鸣不平的一个事情，是因为我以前坐地铁，我是一个有钱人家孩子，但是我也坐地铁啊。可惜。坐着，突然一女孩回来说你拍我干嘛？叭给我一大嘴巴。他就非指我说我偷拍他，可是我没有偷拍他。玩手机是你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突然说这个，我怎么觉得有点……我怎么觉得这个？但我没有打他呀。张哥在呢，张哥他在呢。张哥不是他，有可能不是他。我是先看到真正偷拍的那个人了啊，然后那个女孩回头的时候没看清楚，她误以为是我大，那个人要跑，我就把那个人捉回来了。我说你看，其实偷拍的是他。对，他帮我证明这事儿。你把那个东西删掉。所以后来不就变成了来掌声5分钟啊，掌声5分钟。所以你看，他激励了我，本身要去有正义就这种事儿，合理，跟他学习。你做得好。就是这个激励了我的正义感，谢谢，么么哒，谢谢。收起来吧，天线。我现在收敛了啊。后来他就给了我张名片，就说以后有事还找他。后来我不就发现了这个吗？大，他威胁你爸爸那以后，你干什么了呢？我就准备杀他呀。那你怎么办呢？你的动线是？我动线就是来到这儿之后，保安亭也是锁着门，就到惊吓屋，弹射塔。哦，你去惊吓屋了，是不是8点半？50，8点50啊。那蓉都走了。他8点40才来的，园子。我50就等于我走一圈，什么都没发生。然后我又走到了旋转木马，从旋转木马走到了摩天轮，再到迷宫，然后找一圈，什么都没发生。就是等于说我这一路上从50到9点25，一直在这么绕圈找。10点的时候，然后他一叫就出去了。游乐园里边的人听着。我是西右市正义的化身张记者，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谁死了？哎，我想问一下，你们中间有没有人看到是这个游乐场的灯爆闪啊？什么时候？你们没有发现？没有，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几点？8点20左右。8点20。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我遭遇，甄保安的时候，我看到他了。
结果呢，我想用棍子敲它的时候，开始闪了这边灯爆闪，闪了以后呢，针就回头了。他一回头，我怕他看到我呀，我就赶紧躲起来了。灯灭了之后，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我那时候在那个迷宫旁边那条路，我就判断针有可能进迷宫了，我就追到迷宫去找他，结果找不到，什么都没有。迷路了，我又出来了。但这还是一个从结果上来说，它还是保护了一下，至少延缓了他的死。其实很奇怪，因为现在能操纵整个地设施的就是地，但是地其实想要真死的，可是有一个人要去动手的时候，其实他又提醒了他。对啊，他反过来提。咱们所有人在这里边，整个行踪是被地知道的非常清楚，而且他这个视频上面camera 01有1到多少的编号，到现在还在看着。VVIP 买了一个怎么的一个活动？买了一个我们猎杀珍宝安的一个视频。有那种大哥投钱说他不行不能死，现在再玩会儿，就是那种因为咱们应该是。是不是？就是那种，因为有人在，比如说他会互相看咱们。对，这个要牵扯到他们这个狩猎游戏的规则是什么？这得在暗网上知道。我们去他那翻翻吧。你去我那儿翻一翻。走。狗狗下班了，他营业时间到了。啊！刚才小狗在这。活在阴暗中的人不配向往光明。4月1号。哎，这个光明不是你们小时候的那个？对。他把我刚才画的那个飞翔在空中的小鸟改成了一个蝙蝠。我被污蔑之后，我就 emo 了，然后我就把这个画给画完，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不配活在光明里，我就适合在阴暗中爬行。嘿，啊，什么东西啊？来，什么呀？哇，又有发现。哇，西柚市第一医院啊，嗜血综合症。你有嗜血综合？恐怖的病，因为他患者自小呢，从小对血液有异常的吸引跟渴望，甚至出现了攻击性行为。你是个蝙蝠，他是个吸血鬼，就是吸血鬼。那其实我作为一个宠物医院的医生，其实我就一直在领养这些生病的狗狗、猫猫。大部分被弃养的狗都是基本上是很难治好的。那你确实这狗在放血啊？不，但我没有虐狗啊！你看我最多是狗狗治疗不好，我给它安乐死。嗜血综合症，嗜血综合症。该症状对患者的人际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希望接受治疗。他想改善他的症状。到底怎么回事？我这个故事是要从小的时候讲起。我小时候在孤儿院，然后有一天就是你看见我那个被殴的那天，有一只小狗受伤了，然后它一直在流血，然后我其实看见之后，我就突然就发现我自己很兴奋。我当时我拿那个布条上去，其实我并不是想救它，我其实是想把它给勒死。我就说人面兽心吧，对不对？但是在当时，如果我做出了那一步的话，其实我这辈子就不可能是一个好人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几个小孩已经发现我的问题，他们上来殴打我。其实我觉得没有冤枉我，是制止。对，但是呢，这个时候何出现了，然后他以为我拿那个布条上去是要救助这个小狗，所以说他帮助了我，然后保护了我。在那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温暖的。我也希望自己不要变成一个嗜血狂魔。但是这个东西它是生理性的，所以说我很痛苦。但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和解的方式呢，是我先去学医，然后所以说我就要做一些解剖手术解剖。其实所有的同学第一次接触那都很害怕，只有我感觉我兴奋的在颤抖。
其实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当了兽医，我就开了这个医院诊所，爱宠。然后，但是其实我是找到了一个让我自己处在一个微妙的平衡里边，就是所有的小动物，我不想真正去伤害它们，但如果小动物已经没有办法救助了，然后我选择给它们安乐死之后，我可能就会对它们的尸体做一些不礼貌的行为。哦，哇！我不敢相信，他要去血吗？可能会。当有人说我虐待动物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也默认了，也不是默认，我也觉得其实并没有严格来说没有冤枉他，没100%冤枉你。对，我虽然没有就真正这样活体的虐待动物，但其实我也对动物的尸体，他不反感，对，起码是看这东西，对。找一找。这有个手机，你们看过吗？哦，这个没看过。这是4月17号12点，这个红鼻鼠红鼻鼠给他发想参加猎杀珍宝湾的游戏吗？然后他说让我想想，然后红鼻鼠其实一直在教唆他说，比起弱小的动物，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流尽鲜血，变得冰冷惨白的更能满足你，不用再压抑自己，鲜血的派对已为你拉开帷幕。哇！红鼻鼠给他发想参加猎杀珍宝湾的游戏吗？搜到了一个叫做“懂懂网”，我们可以互相在那个网站上发自己的心愿。这是 D， 红鼻鼠等同于 D， 对不对？那你最后要来了，其实是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已经基本上没救了，但其实我内心里的仅剩的一点光明其实是河。然后尤其是后面我又跟河相遇了，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去看病，其实我是想积极的治疗我这件事情。让我再想想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内心是做了很大的思想斗争的，所以说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要去找河，就我想跟他坦白，就坦白我做过的一切。但是我去到河那里的时候，我在他房间门口看到了同样的箱子。所以说我打开了箱子，我在里边也发现了手环和雨衣。所以说我当时就要保护他，今天吗？一下意识到，河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被卷进来了。所以说我就想说，我不知道，我去问河，他能不能告诉我？所以说就把那东西全部给放好。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河来的话，他参加的游戏也是一定去杀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与其他动手，不如我来动手。那你想怎么动手呢？我觉得现在每个人的故事差不多出来了，现在就看每个人的动线是什么样的。对，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要在现场找一找什么类似于凶器什么的？凶器啊，那个屋吧，得去这个屋，又要去了啊！又去鬼屋了？你不怕这个呀？哎呀，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吓人。行了，行了。哎呀，一点都不吓人。你看这是亮的，你看它是亮的，你看亮堂堂的。你看，那你进呀，没吓人，你进呀。我就告诉你们，一点都不吓人。来吧，没事儿，你可以的。你进呀。哎呦嘿 ，hello。我来。侦探进去要牵着，不然他会弹出来。一点都不吓人，这是碎了玻璃，对不对？有一个镜子碎掉了。我来拼，能拼得起来吗？拼不起来。不完整了。为什么不完整？因为它好像没有那么大了啦。那就是用这个凶器划的脖子吗？对。哦，凶器来了。
那你听到有这个碎的声音了吗？没有，没有啊。我是8点20进的鬼屋，8点30出的鬼屋。那你有没有听到雪落下的声音呢？我听到啥？雪落下的声音。哦，那我听见了呢。你等于他的衣服和他的这个凶器都是在这儿搞定的。对。那他还要拿一个钝器啊。我打了一下呀，我就当头一棒，没有干死他。是，那你是指？我觉得应该是头上这一下，因为我当头一棒。当头一棒。这后面是什么？咱们去过吗？哦，这后边还能出去啊？哦。侦探，哎，他的这些东西合理吗？什么东西啊？你不觉得这个亭子这么高有点奇怪吗？啥东西啊？他说那个是2层的，有地下。2层。而且你看这儿，这是不是个门？是有门。没有，有门，真有门。啊！啊！里面有什么？红鼻鼠。哇！上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阴暗的描述，一个红鼻鼠头像的陌生人加我。红鼻鼠给他发想参加猎杀珍宝湾的游戏吗？红鼻鼠等同于 D。哎，可以进去啊！哇，侦探好勇敢啊！这是亮的，亮的，亮的。设定10点远程清空了。你设定10点开始清空，现在已经清空了90%。哦，这里有设立狩猎游戏的规则了啊！生死猎杀，每季度1次的激烈角逐，每季度1次的激烈角逐，我的天！5位玩家，4位狩猎者，1位猎物。那这次多了一位，多了一个人，对。你们都是在这个游乐场里对吧？多了一个人啊！哦，酷了！哦，那是真是猎物。想参加猎杀珍宝湾的游戏吗？猎物是真。玩家穿上定制雨衣。你看我们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佩戴特殊手表进行2小时的生死较量，直至猎物倒下。同时直播开启，至尊 VIP 开始下注，期待最终谁能狩猎成。哦天哪，还在直播下注的。还真是直播的。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呀，就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模一样啊。我是先知啊，就是我说这是一个直播，所以有一些人会在咱们每个人身上下赌注，应该是。游乐园机位图，玩家雨衣上安装隐藏的主观摄像。你看，我们伸手，我就说为什么有这个小熊？谁死了？然后打开游乐园所有设施，增加游戏的沉浸感。其实到处都是隐藏摄像。哇，这么多！唯独轨道不属于拍摄区域。啊，它是一个恐怖真人秀啊。园区分为3个感应区域，绿色区积累1个行动点，黄色区积累4个行动点，粉色区积累7个行动点。注意，紫色区为无感应区域，不会积累行动点。手表自带定位系统，用于后台结算行动点。什么叫行动点？啥意思啊？就是哦，它有一点像那个游戏基点一样。哇！哎，有一个录音。欢迎来到狩猎游戏。
玩家已入场，狩猎开始。他有2个手指没有了。狩猎游戏直播管理员页面，管理员地玩家10万人在看这个玩意儿。天哪！赔率哦，这里面有你们今天的动向，因为这个都是你们的行动点数。我现在我们的信息，我跟大老师的信息只能从你们那儿2次传过来。没事儿，我早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我先知道。因为你是凶手。我说什么来着？我跟你说，我都不想跟你聊天了。我跟你说，我早就知道这些事儿。哥们儿太厉害了！哎呦喂，我跟你说，但是这天眼之后，我能知道好多事儿，没人听我的。哎，我突然想到，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电脑拿出去呢？真的呢，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走，先出去，因为它那个结算点很重要。好，我完全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你相信，就是我刚才说那些。你说的啥？你就是说了一个直播。没必要着急，他们待会儿会告诉你的，他们求着告诉你。没事，我可以。就是，哎，我们这儿基本上可以算欧是 number 2号玩家了。因为管理员对你操作了频闪爆灯。8点20左右，我走到迷宫附近的时候，后面的灯爆闪。啊，你的赔率是1.1，这什么意思？看好你赢的人最多。对，赔率越低，然后说明你的胜率越高。就是越多人投你，你的赔率就会越低。哦，明白哦。我和大一个是1，一个是5，因为我们有点送信息。然后行动点目前最高的是4号，积累了20个行动点。4号是谁呢？3跟4，一个是我，一个是荣。这2个没有位置操作的。这里面还有内容呢，这是一个 P 图神器的工程。P 到我的图，你看就是真 P 成了他在虐狗。宠物医师变成虐狗变态，滚出西游市，导致我的生活全部都毁掉了。哦，好大一盘棋。这是这个。然后狩猎者的名单：大网球、何志耀、刘医生、欧打工、荣客服。你看，就是我们的调查资料。好像还有一个文件，对不对？哦，对，还有一个文件，还有一个叫东东网，这是用户地的。啊，东东网也是他们。当然，东东网就是他们。当然呢，因为人要给你设一个局嘛。狩猎开始。大家是不是要再找一找凶器什么的？再都翻翻吧。好。嗨，衣服，侦探，哎，衣服，杀人衣服，就在这儿放着吗？对，在东站台。东站台，衣服上面有血迹或者什么别的痕迹吗？哎呦哦，凶器有没有？知道哪儿呢？按道理应该扔到一起啊。对呀，按道理。哎，有什么？怎么啦？他又找着凶器了，你说说，总是这么一瞬间就2个人同时找。怎么今天的这个好精彩？怎么啦？凶器，木棍和刀。有血吗？有血，都有血。啊？兴奋吗？开心吗？你只是看到血兴奋，你不喜欢吃，好吧？他的凶器是扔在西站的，但是现在他的衣服是扔在东站台。哎，不是啊，凶器确定是那个刀吗？凶器不是那个玻璃镜子吗？看看这里有没有镜子呀？
我觉得欧说的很对呀，没有放在一起啊，它没有必要放在2个地方啊。对呀，为什么嘞？衣服上面有什么东西吗？有个兜。啊？哎呀！哦，在身上。哎呦！哦，有血迹。这么拿着，这样做。但是他没有钝器的话，他就是已经有别人把他。就有人做了第一步，把他砸晕了。我知道第一步是我打的，但是你打完了他跑了呀。他拿铁棒来打我，然后我一躲开，转眼他就不见了。我也打了。啊！就他们俩打的。刚刚那俩是我的。你拿刀那个血迹是从哪来的？就是我要割他，然后就良心发现了。啊？你发现他了？良心发现。起猛了，嘿。就是我在动刀那一瞬间，我突然脑海中有人冲我喊：“你快勒马！”然后我就悬崖勒马了。你快勒。你在哪看见他？然后为什么你有机会动手？我是8点58分到9点钟看在西站台，然后我就拿出了我之前搜到的东西，我一棒子给他打晕了。打晕完之后呢，我就准备拿刀上去。我就已经把皮肤就感觉有点划开了。但那刻钟，我突然通过那车的那个镜子那个玻璃的反射，我看自己这张脸，我觉得自己好恐怖，而且我确实没有动手杀过人，我之前都是安乐死之后的狗狗。然后呢？然后我就收手了，收手之后他就晕在那儿，你就走了啊？对。晕在西站台还是晕在火车上？就在火车上。停靠期间将随机抓拍南站台跟东站台2张照片都没拍到人。第2轮北站台拍到了黑衣人和死者，西站台死者1个人。所以现在很奇怪的一点是，如果按这样来的话，他为什么2轮在南站台和东站台都没有任何的记录？没有被拍到。对。那如果咱们说，刚才咱们一直都觉得它是逆时针，但其实不是，它就是顺时针，在西站出发到北站被拍了。那人又怎么消失的呢？消失就有办法了。小伙子刘在西站把他打晕了吗？15分钟之后到这儿就被杀了。被杀完了之后呢，凶手把那个尸体抱下来了，抱下来可能就在这待着，然后小火车正常走1轮，走回西站，他再徒步把尸体搬回西站就 OK 了。那我看看地上有没有血迹。可是侦探，地上没有血迹耶。这个屋子里面地上没有拖来拖去的痕迹耶。那不是割喉了，居然没有血迹。我们要不要坐下来讨论一下每个人动线了？因为有点复杂。来，我帮侦探把这个地图画出来吧，待会儿节省时间。它是这样的，首先你们所有人一进场，肯定就先积4分了，然后你下面在这儿横向来回活动的时候，你的积分不会变，不会变。然后你一旦从这儿你到这儿，你就积了1分，积1分，然后你再返回来的时候，你就等于再加这4分，因为你又从1分区域到这儿了嘛。同理到7分区域也是一样。对，有一种办法，你从1号到7号不积分，就是如果你在1号区上北站台坐轨道，直接在这儿下车，你可以跳过4分。对，啊，就坐轨道就可以跳过4分。所以这个积分其实是佐证我们的佐证你们在动线上有没有撒谎。对，
是。我想先听一下那个刘跟荣的动线。好，我先说，我今天呢是从1号门进来的，20点05分，先去了保安亭，然后看见门锁着，他不在，我就按照我的计划去到惊吓屋，时间是20点20分，然后是20点25分左右，有人打开了门，就是手电晃了一下。那我这个倾向，因为它大概率它就是真，是真。然后30分之后我就出去了，20点30分到20点40分，我先回到保安亭，然后发现门还是锁着的，没人，我就在这个园区里面到处去搜索它。20点40分到21点40分，我就依次在迷宫、摩天轮和旋转木马在找。他同时在4分区活动，没有加分，没找到。但是呢，已经到了40了。那我想他不管怎么样，他最终巡逻完了，他还是会回保安亭的，所以我就回到保安亭去等。又回保安亭了。反正我21点55到22点，我到了保安亭附近，我自己藏好，等着针。好。然后刘说一下你的。我2点左右进门，然后8点5分到8点10分我在茶杯，在茶杯附近找到了匕首和木棍儿。8点20至8点50呢，我往北到达了保安亭，发现真不在。这么走，然后继续向西搜寻，路过了惊吓屋和弹射塔，这里不积分。然后8点58到9点的时候，我看到了真进入新站台，我尾随他，然后就是我上去敲晕他，准备要杀他，然后结果最后勒马，因为这会儿还没开始拍摄，开始了，那怎么没拍到你们呢？所以说我是8点58到9点，所以说有可能是他8点57那时候抓了第一张照片。放弃完之后呢，想往出口2的方向走。我途中经过了旋转木马、摩天轮、迷宫，到达入口2，想刷手环出去，发现出不去。这是9点到9点15，然后就一直在迷宫躲着，一直到了10点钟。哦，你是20分那个。欧的动线。我是8点从2号门进来的，进来的之后我先去了摩天轮，找棍子去了10分钟，4分。然后呢，我8点20分，就去找针，到了迷宫那条路上以后，看到了针。所以针8点20在迷宫。对，然后我就进迷宫找他，找了30分钟。8点50。对，找不到。我又出来了，然后从迷宫往茶杯那走。正分多了，7分了。然后走了茶杯，走了花坛，走了魔术馆。然后又绕回了旋转木马。这个时候就听到有人广播了。这就15分了。对。我说最晚来的嘛，我是8点40，我从2号口进入。然后在路上呢，不是随手捡了一个那个废弃的钢管。那50的时候，我到达的是这个保安亭，门锁着呢，我就开始沿着保安亭走这个惊吓屋、弹射塔。9点25左右，我到达了这个旋转木马。从旋转木马呢，然后看到了摩天轮，又到了迷宫。等于我刚想在迷宫多看一会儿的时候，然后他就用广播，我就跑回到西站了。都没有到7分区。你从来没有遇到过针，对不对？没有。9分，那一共。我是8点左右来的，从1号门进的，8点05分到了保安亭。在8点10分左右，我就开始沿路寻找狗狗的踪迹。8点15，我来到了惊吓屋，没有任何发现于是我就去了弹射塔。到8点40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直播弹窗，就看到真和丢失的狗狗在一起，并且在亲手虐杀旺财。我从弹射塔去了魔术馆，这是8点50的时候，他正在把狗狗装到那个礼品盒里面，于是我当头给了他一棒，结果没有想到他掏出电棒来，梆的一下把我打在地上了。然后我爬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人已经不见了。我就开始在馆里面到处搜他，就是第2个针的动线出来了。8点40，针在魔术馆。跟侦探说一下，我刚才去了魔术屋打了一个野，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荣看到的惊吓屋里的这个出现的这个，这有个手电筒。
哎，然后9点25分，我往门口的方向一路搜寻，我是经过了花坛和茶杯，一直到10点钟，我听到有人喊叫，于是我就丢掉了我手里的木棍，在茶杯区。就你们每个人的动线线跟你们的行动点数是严丝合缝对上，然后要考虑到凶手在这里面多做一步抛弃血衣跟凶器行动线的话，那就必然会导致你们行动点出过差错。同样的点数走了不同的路线，对，也有可能用铁轨去偷点数。这个小火车上啊，是有一红一绿的2个按钮的，它是可以改变正行逆行的方向。咱们先确定说9点他已经晕在这场出发的时候没有被拍到，那这儿就有可能出现2种可能。如果是顺时针死的话，他的时间就是9点1刻，9点1刻死的。如果是逆时针的话，他就会在9点45。对，最终他拍到的那张照片是21点57以后嘛，对吧？凶手也不在了。对，所以说那个拍到的那个人应该不是起点，他还是逆时针。还是在这儿割的喉，在这儿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请问前面的那些，他如果逆时针，那为什么还是那个老问题？南站台和东站台为什么没有出现他活着的踪影呢？8点58分到9点钟，我看他在西站台，我一抱就给他打晕了。如果他那会儿是晕的，他没有被放血的话，那就没往那边去过。那没往那边去的上面照片怎么来？但是今天4个站台拍下的所有照片，火车都是准点进站了。这就给我们一个迷惑，就好像火车其实在轨道上并没有被人用来反反复复的正改反改，它每一个准点都在站台上留下了自己痕迹。但其实那些照片都长一样。对，有没有可能什么手段就是劈了？那肯定的。其实这车根本就没去过南站台和东站台，就一直在西北2个站台中间。其实存在这种可能性。然后我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其实发现这个照片，它第1张跟第2张，其实第2张很模糊。他把拍到的照片处理掉了。摄像头在那儿，他就比如说拿一个什么类似于什么东西，因为它很模糊，它类似于什么东西就抵着摄像头。因为你抵着摄像头，摄像头拍到的是你给他看到的画面。凶手的动线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凶手相当于4分区进来，就他一定是在这儿偶遇了我的这个行为，然后所以说凶手是要回惊吓屋布置的，他要把衣服给穿上，他要打碎玻璃拿出一个凶器，所以说他一定从4分区到过1分区，这是5分，他可以在那儿等着，等真晕着过来之后，他就把真给杀死。杀死完之后，紧接着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在北站台跟着车一起走，然后他最大可能性是东站、南站这2张照片其实是做的假照片，把南站台照片处理完之后，他从7分区出来，合理，因为最后出现在西站台那个续留部指的是到达照片，是最后一张。这样的情况下，起码是1+4+7，这是它最优解，是1+4+7，就起码也要是个12分。那可以先把9跟10排了。那就是大和荣下班了。
走吧，差不多了，咱们的贡献可以了。别介，他不行了，我还能顶会儿。这么想扛推啊？扛，往上扛。你也觉得他是21.15？我觉得是15死的，不是45死的。咱们顺着15往下推啊。咱们先说照片怎么操作。他进站之后拍照的时间是随机的，你一进了之后，你带着死者，你一进站随时可能被拍。那个时候必须车不在，且人提前过去那儿把人家那个翻拍好。我觉得车必须逆行，为什么呢？他不是从这儿到这儿了吗？到这儿完了之后，他可以让车往回走，对不对？正好一个半程。啊，不行。对进，你走到这儿的时候9点半2站，你再用同样的时间倒回去，而倒回去的时候是不拍照的。然后是这个倒回去为什么不拍照啊？倒回哦，他在拍照点在这儿啊，拍照计时点在这儿。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车到这儿。人、凶手、死者都在上面，然后继续前进。快到东站台的时候，他人下车，提前过去那儿把人家那个照片翻拍好，然后火车进站了之后，凶手上车，他让车折返了，然后自己下车步行顺时针走轨道，去南站台补照片的事儿。就是可以人跟车分离了嘛，然后他人下车，然后凶手一直到这边追着补照片。就是我们拍一个这个第一张照片进站，然后再怼着摄像头，有道理。好，如果我们还原了这个，我们现在要找凶手的话，是不是先得看凶手的动向？所有人都是4户起点，对吧？而凶手必须得加上1，因为他要去惊吓屋，对吧？所以凶手起点一定是5分，后面怎么走呢？哦，我知道了，应该是抛弃那个斗篷，是 B 加4分。嗨，哦，衣服，杀人衣服，对，9分。就像你刚才说的嘛，4分进来嘛，然后加这个5分拿凶器嘛，拿凶器扎人，没分，扔东西，9分。咱们就说9分基底线，因为有一个人正好是9分，又绕回我这儿来了啊！但是他没有留下任何物证和实证，也没有任何人能帮你证明，对吗？没有。可是问题是我从哪儿碰见针去？我没有碰见过任何针呢，我怎么知道针在火车上？容有可能吗？容有可能吗？容8点20之后从惊吓屋拿了凶器出现，容的那个时间点并不能证明他后面的任何动线啊。哦，容有可能。我怎么？哎，你说的这一点的话，如果是容从惊吓屋开始撒谎时间线的话，怎么又把我给扯上了？不是，瞬息万变。刚才咱俩还没事了呢，现在我也进去了。怎么回事啊？来，快跟他们评评理。如果容直接从这儿到这儿呢？那他没有办法目击。等一下，惊吓屋是不是跟北站台是同一回事儿？是。他如果惊吓屋他并没有后面的他的那些动线，他在惊吓屋看到一个晕了的人到了这儿，他从惊吓屋拿好了衣服和凶器直接上车。我倾向于他一定要在这儿目击，然后再有这个想法。对啊，他要目击啊，他不可能在惊吓屋里边等着他。但这个东西我等到特别偶然一个人晕在车上过来了，还是我想杀他的。然后我立刻套上衣服，砸碎玻璃，砍他一刀，还被拍到了，他不存在。
就说我说的那个急性情况，它也许并不是目击了这个之后临时起的作用，就是他在惊吓屋躲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一个穿好，跟所有的凶手把这个省掉，跟所有的凶手一样，我穿好了衣服，准备好了凶器，刚要去出发的时候，哎，车开车说哇，他怎么就在这儿啊？上车，太好了，然后从这儿一路逃分到这儿，他得加上4分吧？对吧？变9分了，那剩下1分在哪儿加分？剩下1分怎么加呢？没有谁被发现，就是他自己从哪儿来的嘛？他说他从保安亭来的，他从这儿扔了衣服回到保安亭，不就是完美的10分吗？我就躲在惊吓屋死等。可以，也可以，其实对不对？可以，就是有这个可能性。我还是盘的点是因为你要是拿一个玻璃的话，你是要去割喉的，但是你必须得同时准备一个钝器。你这套行凶工具里边，你不准备一个钝器是不够的。他有没有可能把钝器扔到了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他没有跟他的凶器埋在一起。可以，也可以。为什么没有人把你拉回康推？你算算我，何老师，你算我怎么算出16分，我能完成所有的事情？这一个4，一个7，请问我的凶器去哪拿的？我是不是得到1？ 4、7、11，再加4，这是15。15加1是16，那他就没这个东西。对呀。他物证太多了，一上来他有11个死分，后面就很难躲。对呀，对呀。欧是比他多了6分，这6分会怎么多出来？我们算一下欧怎么做啊？对啊，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9分是凶手的基底，等于欧是15分，比他多了6分。我们要在这9分上再给他加6分，怎么加出来呢？对，只有这么能走出来。对，到这儿跟全完成了，然后回到这儿下车，然后到4分区，然后再拿1分去扔嘛，去扔东西嘛，然后再回来。不，前面已经扔过了。9分的时候，那他穿过来这一趟干嘛？对呀，就为了给他凑分是吗？为了要凑分啊。那6分加的极其不合理。我觉得现在分已经是盘到这儿了，分上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再往下排，更往进一步锁了。对，咱们还是再说一说排的理由。先说排流程逻辑啊，因为我扔掉那套凶器和最终凶器不是一套凶器。8点58分到9点钟，看在西站台，我一棒子给他打晕了。我要割他，然后就良心发现了，我就收手了。收手之后他就晕在那儿。不是留，因为留的东西在。他把凶器都扔了，他没有必要拿一套新的，所以排除了刘。我是因为我点数不够了，因为我在高分区出现太多次了，所以不是我。我也没有办法在我有限的点数里面完成这些动线。我现在觉得我会在荣、大跟欧之间再好好思考一下。荣说说吧。首先。20点25分到30分，我在惊吓屋，有人头电晃了一下，之后呢，我就没有碰到针。针是在9点42到15死的。对，我20点40分到21点40分，我就在迷宫、摩天轮和旋转木马在找，相当于1个小时。因为我自己是有我自己的一套杀人的方案的，包括带着螺丝刀来，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好朋友的忌日。那我今天也一定会想用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把他杀了，让他从高处坠落，所以这是我想的，所以我来先奔摩天轮，而且我是并不知道，完全不知情这里面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赌局和点数的，和所谓的分数之说，对我是完全不知道的，我是没有办法去给我安排到15分这个分数上的，所以我是很难达到凶手的状态的。
就是说8点58的时候，真是最后咱们所有人能看见的那个点，是吧？我是8点40进来的，8点40进来的。哎，稍等，我这个逻辑我一定要讲出来了。你上过那个网站？对啊，至尊 VIP 倒是还行。就是他有没有可能是8点40之前，就是我们8点钟开直播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看直播，他已经知道规则了。什么？你又给我加了条什么？啊，这个好可怕！哦，有可能这个网直播就是在第1号房啊！杀了我！你也电击！No！ 让我死了吧！他是8点40来的，他已经看了半个小时直播，他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先作为观众了解规则，然后进来夺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吗？这东西能不能穿脑子呀？不管就是说您觉得多么的合理，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我认为的不合理。我会进入 VIP 那个确实有这个可能，但是大家之前看见过我那手机上边就是说，它是一个地下网站，如果有什么活动，它不是你登那就能看的，它得短信通知你，你才能知道。但是我那个整个记录里头，除非就是说我自个儿故意删了，但是那里头从来没有通知过我今天有什么所谓的这个，这个很奇怪嘛，对不对？然后所以说我还弄这么一个，这个就很奇怪。然后第二个是，就是说咱哥们不容易，就是说那个就我40才来，555，我到那儿的时候正好是你们看见所谓真那58，然后但是我去找他每个地儿，我最起码得看2、3分钟，我得找找，我到那时候不可能赶上那个8点58那个点，我都不知道真的存在在这里头出现，所以我不可能碰见真啊，这是我的。我憋了半天想说一个，就是我基本笃定我们刚才算的凶手的基础分，必要分就是9分。我回去还是想好好算算可能的行动线，不确定在里面哪个话术就很可能把这个引导偏。对呀，回去要想通这件事。行吧，各自思考吧。好，加油吧，大家！好运 ，lucky。首先排除的是刘和，然后呢，从分数盘动线的时候，欧的动线我们后来盘出来了，它最后形成了一个15分。按照设想中，它最后在1号区域跟4号区域2次折返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行为目的，所以我觉得从动线上来说，欧的这种无厘头的走法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回到荣跟大之间选择了，现在从路线上来说，这俩人的合理性是一样的。所以我把这票投给。哎，这票我投给。其实不管投谁，这里都没有赢家。我来投票啦。今天我觉得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然后呢，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线的佐证，包括他的那套凶器扔在那个就是旋转木马下面，和最后被拍到的黑衣人拿玻璃去划伤他的这个可能性，我都觉得是强抬他。但是后面这3个人，玩得好，状态那么高。哎呀！哎呦，又是玩那算术题了。
首先，我第一个排除的其实是欧是15减9的话，它只有6分。你要在141来回走，这个行动逻辑是不符合正常的人的逻辑的。然后和的问题是，它有一个7分已经认死了，入门的4分，去魔术台的7分，再回到中间区域的4分，再上到上面的1分。再回到东站台埋凶器的4分，分数相加11加9已经是20分了，就是他也超了，也是要排除的。那其实现在最后结局只剩下大跟荣，所以说以现在这个整体的行动逻辑来看的话，我这票我应该，哎呀，就决定是你了。哎呀，非常难投。现在我比较怀疑的是2个人，一个是何志耀，一个是荣克夫。何是因为狗狗的视频，它会有一个激情杀人的这样一个倾向。荣克夫的部分是因为他之前有在东东网跟另外的人去交易过互换愿望的这样一个事情。如果他不去实现别人这个愿望的话，最后有一句是懂的都懂，我觉得这个是会push他去杀人的这样一个点，我会选择投给他。他们要投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奇数，所以说其实在我的奇数上加数字，然后合理的人才更有嫌疑。能够在这个基数上比较合理的是何之耀和荣克服。我要相信何，因为他是为了小狗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我都要相信啊！我虐狗，我这简直是我无法接受。在何跟荣之间呢，我现在更倾向于是荣，所以我要投给荣。有一种互相的预感。太精彩了，咱们就快点了，我爸爸住院呢，赶紧。快！我看看他去，那是吗？拼了！那不是地吗？你不认我？互联网土法综艺《大侦探》第9季第11案中，谁是杀害珍宝安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I'm sorry。第一个投的啊，第一回投，第一票。他们是刘医生。没了。欧打工。欧应该没有。欧今天也可以。所以票就集中在我大和荣中间了。获得0票的还有大网球。没有人。哎呦喂！哎呦喂！天理自有公道。爸爸，我来了，爸爸。爸爸，那是你爸爸。那是我爸爸。反间计，故意说我，看他们什么反应。我知道了您的用心，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啊！剩下的票数集中在荣克服和何志耀之间。侦探第1票投给何志耀。侦探第2票投给洪晨。他看直播间，我觉得可能性很小，那我只能根据2选1，从心态上、从玩法上排除他，而把更大的嫌疑投向荣。荣克服没事，他还封神，2票不一样，你咋封神？荣克服和何志耀互投了对方，咱俩这挽手挽的也是。你们俩呀，互投的对方，然后还挽着手，大网球投给
荣客服。刘医生投给荣。他既然前期一直出现在保安亭和惊吓屋区间，而且他是在8点20看到过有人在惊吓屋照灯，但没有进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在一个点等的概率还是会比他现在解释说他在保安厅等到了8点40还没有人，然后他就下到了迷宫、摩天轮、木马，然后再回到保安厅，这个动线也很奇怪。荣，就决定是你了。荣客服。那你票已经多了。欧打工投给荣客服。荣客服5票，请进铁笼。请见。有没有可能我一下拿走所有的何老师徽章呢？哇，何老师厉害了！天哪！荣客服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我就是本案的凶手，荣客服。成功！成功！荣啊，怎么又是你啊？你这个凶手命啊，倒是不错。我想了一个逻辑，因为他去了弹射塔，那个有高度又在户外，他可以看到，还能看见下边。荣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他发现这些事情需要他去到4分区，近距离的去看到真在火车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弹射塔呀，它是一个户外的一个装置，而且它有比较高的位置，它其实完完全全有可以看到小火车嘟嘟嘟嘟带着已经晕倒的真路过自己面前，它完完全全可以走到弹射塔的时候，马上回到惊吓屋，然后呢，在他后面的时间线就完完全全可以符合他的点数了，是吗？是的。弹射塔不是，那要这么说，那摩天轮也能看见呀？摩天轮上不去。但摩天轮你过去要加分儿，他不能加分儿，他得在同一区域。哦。而且他昨天来踩过点，他对惊吓屋里所有东西都很了解啊。你们其实刚才盘的都差不多了，只是我确实是，从8点40，我去了一趟弹射塔，然后在弹射塔我看见真晕在了小火车上，小火车在从西站台往北站台的方向行驶，然后我就赶紧下来惊吓屋，然后我想进去杀他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被你就是割了，被刘割了。那其实你知道这个分的规则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巧，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把镜子打碎了，然后我怕血迹溅到我衣服上，我就穿了那个袍子。哦，只是为了爱干净，嗨。对，然后我就去顺着那个割痕割了他一刀，然后但是后来我听见啪一声，我被拍到照片了，然后我很担心怎么办？这个时候突然又有人进来了，后面谁进去了？9点15谁进了？我没进。D。应该是 D 哦，伏笔应该是 D 啊 ，D 在里面。不是啊，我请问 D 他来这里是找你吗？没有，他应该是看到真进来了，而且受了伤。他可能是看到真。然后你让火车掉头了是吗？对，我让火车掉头了。好聪明啊！不管小火车来没来，就是每个站台那个 pad 上面都会到，就是有上一次的照片。对，时间。然后我用我的手机翻拍了那些照片，弄完照片以后呢，我必须还得在南站还得有一张照片翻拍的照片，所以我就顺着铁路走到南站，再做了一个照片，然后再回来。哎，那你有关键证据吗？啊，我的关键性证据是一个我的手机，它刚好快没电了，我就让它耗到没电，我就把它扔到那儿。如果充上电，你们应该还能在回收站里还原我之前翻拍的照片。
所以我的那个关键性证据的手机就在那边。在哪里啊？花盆里啊？离那个哪个位置啊？一个草堆。草堆里。哪有手机啊？这是吗？这儿呢。玩得好。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有请外星人女孩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跟我连麦那个，哇，厉害！这是我们那个专业版的那个外星人电解质水，是侦探有一个，我有一个，然后大老师有一个，我一个呀，你一个有一个，你也有一个，我们欧也有一个，谢谢。然后我们荣也有一个。荣今天要辛苦了，荣今天玩的多好啊！他特别激进的说：“把我拉进，我快盘盘我。”没有人想到他这个玩法太激进了，太厉害了。我也是应你所邀盘了一下你。谢谢您，我谢谢您。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谢谢。下载百变大侦探，随时随地来探案。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谢谢。本节目由全线新装升级的舒肤佳健康净护沐浴露赞助播出，谢谢。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解锁会员花絮内容，破解更多谜团真相，谢谢。听，有人说话。哪有人说话？你听见什么了？别吓唬我，加班。没有。听到一个男人说：“我一直在看着你们。”他肯定在监视着你，然后来找你。你们爱谁谁走，我们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因为地还在这儿。不能让他留在这儿。还有声音吗？弟，嘿弟，你在吗？弟。不是，我们非这么作吗？就走不就完了吗？作死女孩，来走吧，作什么呀？在这儿，能走不赶紧走，拜拜，干得好，你把他杀了也对。再闪，哦呦啊！惊吓屋里边出来一个弟，这井盖得爬出来，跟跳杰克逊。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郭慧法官，小齐好，大家好；肖丹法官，大家好；和杜素娟教授，大家好。那今天的案件呢，发生在虚拟的西柚市中一座常年荒废的游乐园里。案发当日呢，游乐园保安被发现死在了游乐园当中。经过调查，游乐园的背后是一张普通人无法触及的黑色暗网，那里罪恶丛生。而本期的合议庭，我们将会从暗网犯罪的话题聊起，探讨现代社会当中的偷拍犯罪、AI 造假以及动物保护的话题。合议庭第11案现在开庭。那通过正片，我们了解到，受害人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了一己私利进行偷拍、猎杀动物等一系列的犯罪，并在暗网当中传播犯罪视频，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那通过案件还原，我们得知游乐园上演的是一场现实版的猎杀游戏，而甄保安就是猎杀的目标。在过程当中，刘和荣两人分别对甄动了手，而最后甄被荣杀死。那还是先请各位法官围绕着在这次故事当中的几个嫌疑人，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下定罪量刑。虽然有些人我们从道德评价上讲，这些所谓的万恶不赦、罪该万死，但是呢，每个人的生命没有经过依法审判，没有依法是不能被故意剥夺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案子里边，甄虽然说是因为他的种种不法行为，最后被刘和荣给杀死，当然他致死的那个行为是被荣所实施。是的，即使是这样子，在这个案子里边，甄也还是一个受害者。所以说刘和荣的基本的行为的定性仍然是构成了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那么这个案子里边有意思的一点是，刘和荣没有经过犯意联络，就是我们讲双方没有商量，同时共同来实施这个一个行为，就是双方也没有在共同中来去协作去故意剥夺甄的生命。
虽然从形式上来看，两人共同实施，但它不是我们刑法意义上讲的共同犯罪。那么两个人呢，应当分别就自己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度内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的而言，荣的行为最后导致了真的死亡，他应该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那么刘呢，他的行为虽然说他的本性来讲是想剥夺真的生命，就是想杀死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自己的行为没有最后导致真的死亡，那么他应该承担故意杀人未遂那么一个刑事责任。我们在量刑上呢，也会分别考虑他们两个人分别在这种行为中的对真死亡所起到的这么一个作用，来确定他们的刑罚。但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每一个嫌疑人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游乐园当中，参与到了猎杀游戏里。而像大这种没有主观意愿，但是呢他受到了潜在威胁来到其中，如果他真的犯罪了之后，该怎么进行量刑呢？刑法第28条规定了胁从犯。胁从犯呢，是指被人胁迫参加犯罪的人。那这种胁迫呢，既包括身体方面的胁迫，也包括精神方面的胁迫。胁从犯呢，与强迫者构成共同犯罪。那对于胁从犯呢，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是免除处罚。那在今天的故事里面也出现了暗网的概念，那里罪恶丛生，没有法律，非法交易、毒品、军火，甚至是露骨的偷拍视频都在其中传播。那还是先请法官为我们来普及一下，什么叫做暗网？我们一般常用的互联网呢，由于可以追踪到真实的这个地理位置，进行人的身份识别，所以呢就被称为明网。那与之相对的，那些不能被普通的搜索引擎检索到的非表面的网络内容比如需要个人的密码才能访问的呢，就属于这个深网。那深网的深处，也就是所谓的暗网。暗网呢，是指那些只能用特殊的软件、特殊授权，或者呢是对电脑做特殊设置才能连上的网络。使用一般的浏览器和搜索引擎呢，找不到暗网的内容。暗网呢，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网络协议，将网络上的每一个终端连接起来。但每一个终端呢，都没有确定的 IP 地址，而是通过暗网的协议去传输。暗网用户通过阳春路由等特有的访问技术进入暗网市场，通过平台呢进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我们的故事中的这个帝号房就是类似的一个这样的产物。暗网呢，它能有效地隐匿用户的信息和有关痕迹，这就使得暗网呢天生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呢，就是可以用于正常的保护互联网用户的隐私；另一方面呢，也可能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进行非法交易或者是违法犯罪活动。暗网作为一种游离于现有的规范性的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之外的一个互联网体系，一方面呢，就是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被用于犯罪分子或者是不法分子，或者说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在灰色地带游走的这么一些行为，需要通过暗网去操作。比如说向境外去转移可能一些收入可能这个收入是合法的，也许它是出于正常的目的，那么通过暗网这种转移，那实际上这种行为很有可能就触犯什么呢？洗钱，对吧？有可能构成洗钱，那也有可能是什么呢？非法倒卖外汇，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很多时候呢，犯罪分子他恰恰也利用了这么一个特点，可能一些不法所得，他没法通过正常的金融系统往外转移，那么他通过暗网呢，把自己的钱转移到境外。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犯罪工具。那暗网犯罪一般会具有哪些特点，以及它的危害性会有哪些？暗网犯罪呢，是以暗网为犯罪工具，通过暗网实施或者是推动的犯罪行为，它属于一种新型的网络犯罪。暗网犯罪呢，具有犯罪主体年轻化、案件类型多样化，以及这个犯罪地域全球化等特征。暗网呢，因为它与生俱来的隐匿的特性，被不法分子呢运用于毒品交易、军火贸易，还有洗钱黑客服务、色情服务，甚至是恐怖活动等犯罪，给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威胁。
那针对暗网犯罪，我们如果打击它的时候，其中会遇到哪些比较困难的地方？而且在我国现有的司法体系当中，是否存在关于惩治暗网的一些法律条例呢？暗网的阳春路由呢是由多层匿名的一个特点，这就致使呢暗网网站和用户呢均可以达到一个完全匿名化的一个特征，将犯罪人与现实世界里的身份呢彻底的分离，犯罪行为呢也难以被发现，不易被监管，那就类似于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地下的黑市。暗网犯罪的或者基于暗网的这些犯罪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一个隐蔽性，或者说难以追踪的这么一个特点。但是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新型的犯罪工具，是稍微难那么一点被追踪、被查到，并不代表不会被查到。我们所谓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实施了犯罪行为一定会留下痕迹。隐藏的行为并不足以导致你的行为的性质定性发生改变，犯罪仍然是犯罪，违法还是违法。那么也许因为行为的隐蔽性、难以追踪的特点，导致执法机关甚至是有些受害人一时难以发现，但是并不代表这么一个行为不构成犯罪。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对互联网犯罪或者基于互联网、利用互联网作为工具的一个犯罪，无论是我国的刑法还是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我们都有非常完备的规范或罪名对它进行规制。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法外之地，不管是现实社会还是网络，不管是明网还是暗网，它都是在我们法律的规制之下。就像刚才郭法官所说的那样，暗网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暗网的治理呢，我觉得第一，我们要加强对暗网的技术研究，并且针对它的特点来采取一些相应的反制的措施，通过技术手段从整个生态链上去瓦解暗网的生存的土壤。那第二呢，我觉得还是要逐步完善网络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监管部门、服务提供商、网络提供商、用户的权利和义务，落实网络信息安全责任。第三呢，是要增强打击暗网犯罪的国际合作，在加强国与国之间携手合作的同时，调动各国企业间的合作，共筑全球网络安全防御屏障。第四呢，是要加大普法宣传，尤其是呼吁青少年远离暗网。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正在凝视着你。人类的好奇心促使人们去猎奇，但也许就是一次点击，然后越陷越深。这种情况下，你网络的运营商要尽到尽职尽责的审查义务，那么确保提供的网络服务不会被用来去建构暗网。还有就是一些具体的网站服务的经营者，对吧？因为很多暗网实际上是依附于这些正常的网站、形式上合法的网站去掩盖一些违法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下，说你不知道对方是用于违法犯罪，那么显然很多时候这样的辩解是很苍白无力的。我们刑法上讲，就明知他人可能用于犯罪，仍然去给他提供这种服务，那么就构成了犯罪的。那么如果事先知道对方是在干嘛，仍然为他提供帮助，那就构成共同犯罪。还有就是我们这些社会中比如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的一些社会工作人员，那么涉及到使用这些网络的时候，主要是青少年。青少年呢，由于他们的身体的发育状况，那么以及受教育程度、知识认知的能力，相比较成年人来讲，他确实缺乏相应的这么一个判断能力。这个时候呢，作为监护人，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社会工作者，那我们更多的就是要尽到我们这个呵护义务，就是确保这些青少年尽可能的远离暗网。所以说还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共同的一个助力行为。在另一个维度上呢，作为这些暗网的使用者，可能只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心理，我没有利用这个行为去从事一些违法犯罪或者伤天害理的这么一种活动。那么这种情况下，予以训诫规制，确保远离暗网。杜老师呢，您对暗网这样的存在，以及很多人对于暗网的好奇心，会有怎样的看法？我觉得这个需要让年轻人知道暗网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暗网这个存在让我想起一个小说，就是英国作家康拉德写过一部小说叫《黑暗的心》，就讲到一个英国的绅士，他受过很好的教养，后来的时候呢，他就跟着很多殖民者就到非洲去了。
当时的非洲还是一片荒蛮之地，这个地方没有法律，没有道德的约束，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有很好的修养的这个善良的年轻人，他发现在这个地方他做什么是没有道德约束的，也没有法律惩罚的，结果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他就慢慢变成了魔鬼，他在这个地方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他才发现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从一个善良的人然后沦落成了一个邪恶的魔鬼。其实他这个小说里面就告诉我们的一个警示是什么？就是暗网这样的地方，虽然说刚才我们的法官告诉我们这个信心啊，它有法律的制裁，但是很多年轻人会假设这个地方是没有法律的直接的监管的。那我们说人性是什么呢？大作家歌德说过，其实人生是一趟和魔鬼同行的旅程，人生的价值在于我们怎么样跟自己身上的魔鬼抗衡。对整个人类来说，人类文明的意义也是建构各种各样的约束规范，来约束我们，来监管我们人性当中的动物性。暗网的存在对人类文明的构成是一个威胁，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像这样的地方会激发我们人性当中的动物性，可能会毁掉我们一个人的善良的一些天性。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还能看到河是积极投身于流浪动物保护事业，收养了许多的医疗用犬，就是比格犬。而流浪动物的现状，其实也是现在社会上不光是短视频平台啊、社交媒体平台，大家会越发的去讨论，然后去关注，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会自主的去来发动一些公益活动。在这次的案件当中，有一部分人他是在热衷于去保护这些流浪动物。但是呢，他在反面有一部分人，他借流浪动物并没有主人，通过动物发泄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或者是满足自己内心一些病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律上是否有约束？你们认为该如何去进行保护和救助流浪动物，或者是对于这些公益活动是否有助力或保护？其实刚小齐你说这个话题啊，也是近年来啊，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现在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家的节奏都很快，生活压力也很大，所以大家会养一些动物作为宠物。对，实际上是一个抚慰人心、抚慰情感的陪伴。对，情感的陪伴，我们讲叫陪伴动物或者宠物。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很多人啊，确实是把这个宠物当成自己的家人来看待，这是确实有情感的需求。法律上呢，对于宠物就是合法的、依法驯养的这些宠物的权益的保护，它是有相应的保障的。就是如果我合法驯养的宠物被别人不当的，比如说像案子里边说虐杀了啊，那么显然实施这些行为的人，那至少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他是采取那种比较残忍的手段，或者说甚至招人眼球，故意的去传播、去散播一种挑衅式的，那也有可能构成什么呢？寻衅滋事罪。这个确确实实是一种容易激发社会矛盾，而且严重损害这个相关人员的感情的一个行为。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避免产生流浪动物。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如果一旦下决心要饲养一个宠物的话，不管是小猫、小狗，或者是一只鹦鹉，或者是一只宠物龟，对吧？那么我们都要耐心细致的去照顾好它。我们讲什么？你不能给它提供一个好的生活，就不要轻易的去，就是你去饲养这些宠物。没错，就是什么呢？你不爱我，你不要伤害我。第二呢，要做到我们饲养宠物的时候，不能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对吧？比如我们很多城市里边是有规定的，那么市区是不能饲养大型犬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遵守这方面的法律法规。那么其次呢，你即使是饲养的一些小型的犬只，我们在出去遛狗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要牵绳？你不能觉得说我这个宠物跟我很亲近，但是并不意味着它跟所有人都会很亲近。那么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这种极小的概率不会发生。所以说呢，要做好相关的防护或者一个保护的行为。那么其次呢，我们不能饲养宠物的时候去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环境。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在外面跑步，我会发现有些很有爱心的人士，他牵的狗狗可能是排了便，这些人士就会带着塑料袋拿一张报纸或拿卫生纸把它捡起来包好，放到塑料袋里。那么遛完狗回家路上可能就是放在垃圾桶里。这样的话，既达到了遛狗愉悦身心的这么一个目的，同时呢，也没有因为自己宠物的行为污染了或者说损坏了环境。
如果是我们做好了以上的几点，那么流浪动物可能它的数量就会大量的减少。那么对于有一些自然原因产生的一些流浪动物，比如说有些动物可能是它自然繁育的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些社会有很多很有爱心的动物保护组织、公益机构会对这些动物啊进行一些绝育。因为可能很多在城市里边，比如说不仅仅是只有这些流浪猫、流浪狗，它还有一些小鸟啊、小动物。那么可能这些小鸟、小动物它们是缺乏保护的，它们同样也应当被保护。如果我们不加以节制的话，可能这些流浪猫啊或者流浪狗可能会对这些缺乏保护的小动物造成损害。所以说呢，必要的节制正是我们这些爱心组织啊、动物保护组织、公益机构目前正在努力做的。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有关不少的爱心人士也在呼吁我们专门针对流浪动物保护制定相关的法律。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国家对于动物权益的保护实际上是有比较完备的法律的。比如说我们刑法分则第6章第6节，不光是有针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的法律法规，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1还专门就普通的陆生野生动物专门规定了这个相应的罪名，就是你未经许可，你非法的去收购啊、猎杀普通的陆生野生动物，也有可能触犯刑法的规定。同时呢，我们也对于那些不当的引入外来物种，然后又违法放生的行为，也专门规定了相关的罪名。所以说，我们国家对于这一类行为啊，是有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去规，甚至有相关的罪名去规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想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样去落实这些法律法规，让我们对小动物的爱心啊去落到实处。那周老师您会怎么看呢？现在上海市它是有一个动物管理条例，因为今年我作为上海市的人大代表，我还提了个提案，我提的提案就是关于流浪动物的保护，就是已经列入那个就是各种提案啊、各种那个议案的一个排队序列当中，就是至少上海市还是在积极的推进这个事情。我们制度上要建设，当然个人也要努力。我自己也收养了一只小流浪猫啊，我觉得它带给我的情绪价值太足了。那就像刚才我们郭法官说的，从我们个人来说，你收养了它，它就是你终身的家人，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以丢弃它的。但是仅靠个人也不够，个人的力量永远都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推进制度化的一个管理。是的。同时就是我们要给每个人的爱心一片空间和天地，但是要设置一个边界，不要让这个天地呢去触犯到别人的领地。对。与此同时，就像我们之前谈大自然一样，就是每一个生命它都是万物生灵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要对每个生命进行尊重。那今天我们的案件就到此结束了。今天故事当中的暗网呢，绝对不是法外之地。有的时候黑暗或许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无论身处何处，都应该拥有一颗拥抱光明的心。再次谢谢3位今天的分享，谢谢你们。大侦探何以婷，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再见。大侦探9联合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本季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再度升级 3.0 模式，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7所国内知名政法高校共同诚邀全网观众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何以婷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优秀投稿将有机会在大侦探9节目片尾中呈现。这次其实涉及了网络中的一些犯罪行为啊，其实我们很震惊，就是有这么多人的观看，有这么大的需求。有的人可能是像D这样的主导者，然后也有像保安这样的一些实践者，也有一些像大说的手滑就误进来，但是他有这么大的需求，其实让人担忧很多问题，就是催化社会的一些犯罪啊什么的。作为我今天这个角色，其实也有在法律的边缘上游走，来回试探，包括你去拍一些让网友们猎奇的视频，也是一个很不好的导向。其实，作为一个你在
公共平台上有自己的账号，可以去发布自己的意见，都是会引起模仿或者是效仿或者是舆论讨论的。所以呢，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深思熟虑，自己要想明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会不会触碰到法律的红线。整个案件的故事都是被一些网络或者被一些想去看猎奇的，包括多次之女，其实他们现在是没有触犯到法律，但是如果说他们就像这个帝豪坊一样，是不是曾经也是从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最后一点一点，因为人的欲望是一直在膨胀的。从荣的角度，他被偷拍；从这个欧的角度，他的朋友被设计这样杀害，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的出现，提醒我们要保护自身的安全，不要被陷入这样的一些可怕的这种骗局也好，或者陷阱也好。另外一点就是不要成为这样的消费者，不要去助长这样一些可怕的、非常罪恶的这样的这些勾当。我觉得互联网的创建的初衷主要还是用来传播文化，然后万物互联，让人和人之间彼此联系。我觉得它的本意还是用来传播温暖和善良的。互联网也不是什么法外之地，可能大家在生活里面都是很好的人，可能也都有自己压抑的一面，但是不要在网络上成为犯罪分子和罪恶的帮凶。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就是不少的这些药物公司在国际上都是有这样的实验犬的存在的，这个不是我们杜撰出来的，而这些实验犬其实是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的，他们都是有功之臣，也是我们最善良的伙伴，他们也是付出者。但是如果比如说还在他们生命的后期还被这样虐待的话，我觉得真的太残忍了。虐待这件事情，我简直是不能认同，就是但凡一个人是有人性的，为什么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没有买卖没有伤害嘛。很多人买象牙，为什么会让大象死？因为大象的牙你切一半它死不了，因为那个象牙是连在那个大象脑子上的，如果你要整根的，大象就一定会死。他就觉得整根才是象牙。偷拍女孩这件事情本身我以前听说过，我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但是因为录这个节目的时候会跟我们说，其实有社会案件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说他们猎奇简直太美化这个词儿了，我不能接受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可以彰显自己的个性，但是同时也要敏锐地学会保护自己。我们作为女性很容易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高科技的时代被污名化，没错。然后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权益，一定要融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保证自己的安全。其实我觉得女孩子第一步就是我们自己要有这个意识，一旦发现自己可能被侵害的意识，就不要做退让，一定要大胆的为自己去争取维权。包括就是知道有这些行业的事情的人，也应该要做出一些行为来。一个社会的安宁、团结、美好，是要靠每一个公民我们共同去努力的，要从每一个人，从我们自己的身边开始做起。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美图秀秀、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怪兽充电、火山人密室、Mr. X 乌有岛密室。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